现代美食博主二嫂穿越穷苦古代，刚睁眼就被嫂嫂扔出了家门。好在她空间在手，待全家致富。分开，今天必须分开。他一直在这里，冲撞了我们的孩子怎么办？我这是穿越了。你还想不想要儿子了？秋月，你别冲动，弟妹她刚醒，你让她缓缓。醒了就赶紧收拾东西从我们家搬出去。对了，把韩征那个病秧子也一起带走。二嫂刚想要说话，却有一个人挡在了她前面。大哥大嫂，既然要分开，那就得让祖老们过来，把东西好好算算。二嫂已经嫁给二哥了，就算二哥没了，家产也应该有他一份。还有我也是这家里的一份子。什么？你们一个刚嫁过来，一个常年生病，没挣过一个铜钱，凭什么给你们分东西？让你们把自己的东西带走已经不错了，还想要东西？做梦！说实话，与其在这村里当个寡妇被人暗地里编排，不如出去闯一闯看一看。另外，韩修文梅之前还留了2两银子，这些银子去其他地方租个短期的房子，搞个小生意，生存不成问题。大哥，我和修文成亲是过了明路的，有正经婚书，我现在就是修文的人。你和大嫂想把我分出去，那就得走正经的流程，把属于相公的那一份分给我。还有小征，大嫂说她没有挣过银子，这话不对吧？修文跟我说过，家里的13亩水田、8亩旱田中有10亩水田、5亩旱田是小征挣来的，这些是他当年救了镇上赵员外的儿子后，赵员外给的谢礼，怎么就成你们的了？当初赵员外还给了20两银子，你们都忘了？你胡说什么？田地都是我们家修武买的，关韩征什么事？至于银子，我根本没见过。当年赵员外来村里贺喜的事，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？村里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好不热闹。可不是，当年赵员外搞了好大的阵仗，镇长都来了，我们当家的当时还跟着一块去看的地。我也想起来了，赵员外出手大方，给了我们这些看热闹的一人1块糖呢。大哥大嫂，你们怎么说？若是还坚持己见，那我就去找赵员外来。当年田地过户的文书，他那里应该还存着。不要找赵员外，不要找赵员外，田地是小征挣的。是他挣的又怎么样？这几年他吃药吃了那么多，早顶了地钱。呵，自你6年前嫁入韩家，我就再没花过大哥的1文钱。反之，当初赵员外给我的20两谢礼，被你和大哥拿走了10两，我这几年的要钱都是二哥给的。此外，我与二哥每月还给你200文的饭钱，1个月200文。杨秋月，你好黑的心！占了人10两银子，用了人的田地，还这么对人家。杨秋月还想再对，只听人群中传出几道威严的声音：“别再闹了，我们来给你们分开。”说话的是韩家的族老。既然你们要分开，我们几个老不喜就来帮忙做个见证。先说好，修文媳妇是明媒正娶过来的，家产有她一份。小征是我们韩家的人，理应也有一份。我不同意。不同意就去县里让县太爷帮忙分。不过我先说好，县太爷分的话可不会跟我们一样，是谁的东西就是谁的。田地是小征挣来的，那么地只会分给小征，你们1亩也别想要。分不找县太爷，我们自己分。韩家一共13亩水田，8亩旱田。分家后，水田给韩征6亩，二嫂2亩，旱田给韩征3亩，二嫂1亩。房子的话，韩秀文出了1半的钱，按说该有二嫂的1半，可韩征和二嫂以后都不想住在这里，所以房子归韩秀武。作为补偿，韩秀武给二嫂4两银子。眨眼间，田地和银子都少了1半多。杨秋月不干了，我不签，我不同意。哎呦，我肚子疼！你们必须把水田和旱田各给我1亩。你再闹就去县里分，届时你5亩水田都得不到。我听太爷爷的。那就按手印吧。此时，韩小梅站在门口，看着几人。二嫂、三哥，我想跟你们一起走。不行，你不能走。韩小梅已经9岁了，能干家务，是个省事的劳力。最重要的是，再养个5、6年就能挣一笔彩礼费。我什么都能做。二嫂、三哥，你们带我走吧。你可以跟着我，等下你去收拾东西。我不答应。韩小梅，你这些年吃我的，喝我的，你不能走。我干活了，你和大哥的衣服都是我洗的，还有家里的活也是我做的。你若不愿意，这个分家文书我不签了，我去县里找县太爷，让他判。杨秋月气得后牙根都要咬碎了。我可以让他跟你们走，不过我先说好，家已经分完了，我不会再分出去1块铜板。成功分完家后，几人搬到了村长家的老房子里。第二天一早，二嫂在睡梦中被叫醒。二嫂，不好了，三哥又生病了。二嫂过去一看，额头滚烫，嘴唇发裂，整个人昏迷不醒，大概是最近几天太过心神劳累，意外发烧了。二嫂，
三哥不会有事吧？二嫂刚穿越到一个小寡妇身上，极品嫂子就闹着要分开，谁知刚搬到老房子里，小叔子却昏迷不醒。接上集，你快去喊大夫，我在家里看着。韩小梅拔腿就往外跑，过了一会大夫来了。韩小哥最近忧思过重，加上身体原本就有病根，眼下有些凶险，想要彻底好，他是需要些贵重的药材。大概多少？大约6两银子。小哥身体特殊，需要的药材与常人不同。昨天分开所得，加上黎修文给原主的2两，加一起一共6两500文，眼下是够了。只是这钱花了，接下来的日子就得紧巴着火，但不能不救人，该花的还得花。把钱给了大夫，让韩小梅自己熬药。二嫂准备去买点东西，你可得好起来，别让我这钱白花。路上其他人看到二嫂往镇子的方向走，目光闪烁。这姓李的是不是像炮？不清楚，不过8成是。我可听说甄哥儿又病了，他怕是看有钱贵，不想给他治了。韩征还不如不走。修武虽然不是个东西，总归是他大哥，不会眼睁睁看着他去死。二嫂来到镇上买了点香料，路过猪肉摊又买了5花肉。付钱时，眼角余光扫到角落里的猪下水。老板，那些怎么卖？你若是要给10文钱就行。猪下水难烹饪，一般没人要。若是能卖出去，多少是个进项。我要了。估摸着东西该买的都买了，现在家里最缺的便是粮，手里钱不多，先买5斤糙米和5斤精米，1斤面粉。他边走边做规划。现在家里只有韩征手里有大钱，不过应该不超过10两银子。他身体不好，这几两银子便不能随便用，留着以备不时之需是最好的。韩小梅的话，这小丫头怕是10文钱都没有，算来算去，能灵活使用的只有手中剩下的123文，这撑不了多久。所以为了接下来的日子，必须尽快把小吃摊子支起来，就先卖卤味、卤猪下水就可以。此外，再从村民那里买些干木耳、土豆、鸡蛋什么的，到时候一起卖。幸好自己在现代的时候是搞美食和手工的，否则真不知道要怎么过下去。老院子这边，韩征醒了过来。二嫂干嘛去了？去镇上买东西了。今天的药钱是二嫂拿的，二嫂是个好人，等回来我把钱还给她。二嫂走到村里时，已经快中午，离家门口还有不到110米时，身前的路被人挡住了。挡路的正是原主的哥哥大力和嫂子刘玉。小雨，听说你跟韩家老大分开了。这2位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对原主动辄打骂，从来不把原主当人看。若不是韩修文看上原主，愿意花10两银子帮原主与大力断绝关系，原主怕是还在离家当牛做马。分开不分开也跟你们没关系，好狗不挡道，你们给我让开！你个死丫头，胆子肥了啊！小雨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过往都是开玩笑的，你怎么能当真呢？听说韩家给你分了好几亩地，真不错。不过你一个女孩子，那么多地也弄不了，不如你把地过户到你哥名下，我们帮你种。真是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，原主以前也真是不容易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二嫂了，这是第1次警告你们，如果你们再敢来给我添堵，我拼着一条命不要，也要安排你们。疯了，你真疯了，被你们逼的。说完，二嫂进房子去了，刚进门就看到2人走了过来。感觉怎么样？好点没有？好多了，谢谢二嫂。不客气，都是一家人。你还病着，家里的事这几天你别管了，养好身体再说。韩征掏出6两银子放到他眼前。二嫂，这是今天的药钱，你先拿着，我暂时用不到。家里花销大，二嫂拿来买东西吧。拿着1两银子我周转用，剩下你先收着，等需要了我找你要。二嫂想做生意吗？我想卖卤味，不过现在东西不够，怕是要让小梅帮着我做些事。二嫂有事尽可以叫我们。小梅，你有没有觉得二嫂变了？二嫂胆子变大了，现在的二嫂不一样，敢跟大嫂吵架，也敢做事，敢说话。我更喜欢现在的二嫂。下午，二嫂和小梅洗好猪下水后，二嫂去捡了些柴火。回去的路上碰到了王老太，买了几个土豆。你放心，我的土豆又大又好吃，若是不好，我送给你，不要你的钱。对了，您家有没有鸡蛋？我也想买一些。我们家的鸡蛋够，你等着，我一起给你拿来。几个邻居坐在一起谈天说地，看到王老太准备回家。王大娘，您这是做什么去了？今天我看你的菜没卖完啊！这姓钱的，不好好过自己的日子，整天盯着我，真是没意思。菜能不能卖完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的菜当然卖完了，这不，修文媳妇买了10几个土豆和20个鸡蛋，我得给她送过去。不就是几个土豆和鸡蛋吗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挣大钱了。嘘，
修文家的那个一看就不是个会过日子的，时下野菜那么多，他却买土豆，还买鸡蛋吃，真是败家。二嫂在家歇了没多会儿，王老太就赶过来了。她确实没说谎，10几个土豆都是好的，一看便是才从地里挖出来没多久。至于鸡蛋，干干净净的，个头不小，看得出来王老太费了心思。二嫂连忙道谢，按着市价给了王老太钱，随后把院门关上，开始制作猪下水。锅烧热后依次倒入油、香料、洗好的五花肉和肥肠、鸡蛋，片刻时间美味出锅了。都吃吧，尝尝味道。好吃，二嫂，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猪下水。二嫂做的最好吃。别的不提，有了他们2人的肯定，我更有信心做好卤味生意了。你敢信？二嫂刚制作出猪下水，就被众人洗劫一空。续接上集。第2天一早，二嫂推着借来的板车，带着小梅去镇上摆摊，肉在汤汁中浸泡了一夜，香味扑鼻。大家闻到，忍不住往离二嫂的摊子上看。这位老爷要来一些嘛？这些肉夹到烧饼里非常好吃。中年男人第一次见二嫂，不太相信她的话。你这些是猪下水吧？能好吃吗？好吃，我二嫂做的卤猪下水天下第一好吃。我做生意去过州府，那边最好的酒楼、醉香楼都做不好这猪下水，一个普通的小姑娘怎么可能做得好吃？这位老爷，我这肉确实好吃，您若是不信，可来尝尝。如果觉得不好吃，大可以不买，我也不要你的试吃钱。反正不要钱，试试吧。见他吃完还是不吭声，隔壁的老板忍不住了。味道怎么样？肥肠我全要了，猪心猪肺各要1半，五花肉要半斤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哗然。周老三，这些真那么好吃？那你刚才怎么不说？我看你绷着脸，还以为难吃呢。我要是直接说了，岂不是都被你们抢光了？这人好奸诈，早知道主动尝了。不过现在摊子上还有其他的，倒可以买些尝尝。老板家里还有没有？有的话快些拿来，我买了。各位客官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是第一次出摊，怕卖不完，没敢做那么多。各位若喜欢，明天我还来。对了，现在还有些卤土豆和卤鸡蛋，味道也很好，大家有喜欢的可以尝尝。这2样都不贵，卤鸡蛋3文钱一个，卤土豆8文钱1斤。后来的客人怕买不到，你半斤我1斤，你1个我3个，很快把鸡蛋和土豆买完了。你这姑娘好厉害，都是大家捧场。大叔，我看您出摊早，明天你能不能帮我提前占这个位置？这是一点小心意，你要是不嫌弃可以尝尝。二嫂将提前包好的烧饼送了过去。你放心，我明天定不让别人在这里，只让你来。收拾好摊子后，2人去买肉，几个摊子的猪下水和肉他全要了。回到家里，韩征比较震惊。三哥，二嫂的卤肉、卤鸡蛋、卤土豆都卖完了。二嫂厉害，不过是其他人没吃过这味道，图个新奇。想做长久，必须再做些普通人买得起且可以经常买的东西，就像土豆。不到10文钱就能买1斤，价格低，镇上的人可以经常买。韩征听懂二嫂的意思，开始思考除了土豆外，还可以选哪些菜来卤制。今日的肉不多，猪心、猪肝、五花肉差不多都是1斤半，猪肺约莫8两，肥肠2斤，土豆6斤，鸡蛋12个，去掉试吃的，一共卖了271文钱，再去掉80多文的成本，最终盈利差不多190文。1个时辰不到就挣了190文，韩小梅开心地跳起来。家里有田，现在又有了生意，我们接下来会越过越好的。对了，我们买辆板车吧，总不能一直租别人的，也不划算。我出钱，我身体不好，能帮的忙不多。二嫂再不收银子，衬得我像个废物了。好了，你乖乖在家，这些别担心。时间还长，二嫂和小梅去镇上买板车，中间路过王老太的摊子，直接订了20斤土豆、3斤生姜，看到摊子上还有青椒，便又要了4斤。土豆和青椒一直有，你要不少买点，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买，省得坏了浪费钱。我买了做成食物卖的，这些放不久。20斤土豆，4斤青姜，3斤姜，可是一笔不小的进项呢。等他的东西做出来了，我也买点捧捧场。到了木材店，消费了300文，买了一个板车。2人说说笑笑，好不开心。不料才走到村里，就看到了杨秋月和韩修武。这2个人都不是东西，一个懦弱窝囊，因为害怕媳妇，连一起吃过苦受过累的亲兄弟姊妹都不要；一个恩将仇报，明明这几年韩家兄妹帮了他和他娘家不少，结果韩修文一死，他立刻变脸，企图独占韩家家产。反正已经分家，以后彼此没有关系。在2人即将走远时，
小梅见到大哥嫂子不打招呼，谁教你的？分家的时候，我记得文书里面有一句话：分家后，韩征、韩小梅几人与韩修武、杨秋月夫妻再无关系，以后各自生活，互不干涉。这分家的时间也不长啊，你居然已经忘了，记性这么不好，要不要去看看大夫？不然以后可怎么办？还有好几十年要过呢。你个泼妇！比不上你，小叔子才死就闹着分家，整个天底下都少见，我可不认，你别乱攀关系。你给我打他！你是大哥，打小辈天经地义。你们尽可以试试，若是打了，我就去县令那里告。还有你算个什么大嫂？就你做的那些事，县太爷听了怕不是更加生气？他又不是昏庸无能之辈。我们回家这才几天的功夫，二妹就变得牙尖嘴利，我们先回去。你敢信？二嫂和小梅刚买完板车回到家，就遭到大哥大嫂和村民的惦记。续接上集，大哥大嫂被赶走后，村民们走了过来。你这是新买的？对，我打算做些小吃生意，有个车方便。村里人大惊，之前没听说二嫂会做生意。修文媳妇，生意没那么好做，你可得小心。先试试，韩征常吃药，我跟小梅也得生活，总不能光靠着那几亩地，万一年岁不好，收的粮食少了，我们岂不是得要饭去？我寻思着慢慢挣些银子，多少是个进项，总比坐吃山空的强。之前只觉得他太过咄咄逼人，但是现在想想他也是没办法，他若不强硬些，怕是会被杨秋月夫妇两个给吃了。眼下他想着做生意挣钱，一心为小梅和征哥着想，可见是个好的，最起码比那个杨秋月强多了。二嫂还不知道自己在村里部分人心中的形象有所转变，跟大家寒暄后，领着韩小梅回到家，三人开始收拾猪下水。韩征是个细心的，完全按着我说的做，倒也有模有样。今天准备的下水和菜多，都弄完才行。第二天一早，李宇和韩小梅出门了，估摸着今天上午应该能把所有的肉和菜卖完，毕竟昨天把名气稍稍打出去了。然而他低估了吃货对于美食的喜爱程度，还没到地方，李宇就看到烧饼摊子旁边围了一群人，看到他，众人一股脑的围了过来。大家别急，咱们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占个摊子而已，小事你别放心上。二嫂把东西一样样都摆了出来。昨天除了那位周老三，其他人都没买到肥肠，对它的味道非常好奇，于是上来纷纷先买肥肠。你这姑娘真舍得，这东西随便切都好几文了。不碍事，大家若是觉得好吃，多买些就是，也算照顾我的生意了。不到一个时辰，摊子就被清空了。李宇原地休息了会儿，开始收拾东西，准备走人。姑娘，我的烧饼也是一绝，你拿回家尝尝，别给钱，我请你吃。二嫂稍稍一想就明白了他的意图，笑着道谢，接着请他明天继续帮忙占位。两人推着车一起去买肉，路过王老太的摊子，又订了土豆和青椒。修文家的，你以前跟人学过做菜？学过一段时间，都是自己瞎琢磨。王老太此刻看着李宇，就像看一个金娃娃。你说的我都记下了，等中午我给你送过去。放心，我给你找最新鲜最好吃的菜。好，谢谢婶子。家里的调料不多，再买一些，每家买一些，除了卤肉用的香料外。二嫂，有的香料用不上，为什么要买？我们生意好，指不定有人也想跟着弄，届时就会找我们用什么料卤肉，我分几家买，买些不用的，可以迷惑这些人。二嫂真厉害，如果是我，估计在一家买完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二嫂刚到镇门口，就见卖烧饼的慌慌张张赶了过来。有人在我对面也摆了个卤肉摊子。早猜到会有人这么干，毕竟生意那么好，肯定有人想来分一杯羹，就是不知道他们卖的有没有那么好吃了。没事，过去看看。对面卖卤肉的是一对兄弟，个头不高，一双眼透着奸邪。卖卤肉了，肥肠20文钱一斤，猪心、猪肝、猪肺15文一斤，土豆、青椒6文钱一斤，卤鸡蛋2文一个。食材完全复刻我的，价格却低了许多。一个食客看看二嫂，又看看那对兄弟，最后转头走向了那对兄弟的摊子。信不信那边的味道一定没有这边的好？我当然信，东西好坏我还是看得出来的。二嫂，他们怎么那样？别急，先看看情况。过了一会，人群中开始出现异样。你们的肥肠不能吃，退钱！你们根本没把肥肠洗干净，而且味道也不对。我说你们怎么不让试吃？原来是怕试吃后大家不买。你在污蔑我们，只有你自己说不好吃，其他人都没说，一定是你想讹钱，故意把肥肠搞坏。男人气得不行，
好在保持着理智。你们才是信口雌黄，其他人没说是因为还没吃。有买了这家卤味的，可以现在就拿出来尝尝，看看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。有几个已经买过没走远的，听到男人的话，立刻走了回来。你们这太难吃了，太难吃了，退钱。当一个人嚷嚷的时候，对面的兄弟俩还能应付，但当好几个人同时嚷嚷，对面兄弟俩就有点发怵了。不可能道歉的，今天没办法在这里卖了，咱们走。果然便宜没好货，切半斤肥肠，半斤猪心。好嘞，这才对味。刚才是什么呀？白瞎了我10文钱。早上的这一通插曲没有影响到二嫂，卖完菜她照旧去买肉，不过这次她只买了2套猪下水，五花肉也只买了5斤，其他的全买了排骨。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天猪下水卖得慢了，还有土豆也比以前消耗的少？这是因为大家吃的次数多了，已经产生厌倦。如果我们还坚持着卖猪下水卖土豆，那么以后会卖得越来越慢，不如换点其他的食材。当然，还有一点你应该也发现了，最近的猪下水越来越贵，最开始是10文钱，现在已经涨到了20文。这是因为那些屠户发现我们必须买这个，所以有恃无恐的涨价。一旦那些人意识到他不卖猪下水也能挣钱，他们就不会再乱涨价了。毕竟这玩意不是谁都能做得好吃，一般人才不会买这个，价高了他们卖不出去，只有经常变，才能长长久久地做下去。二嫂，我知道了，你真厉害呀！经过半个月的休息，韩征身体也恢复了。二嫂准备好东西，准备安排他去上学。大概是最近太累，他不知不觉竟睡了过去，直到被外面的吵闹声惊醒。你敢信？二嫂只是睡了个午觉。大哥大嫂3人便上门找事。小院门口，杨秋月和黎大力、嫂子刘玉吵吵闹闹，吸引了不少村里的人。有点小争吵都是正常的，你们怎么能一直记着呢？都是一家人，别那么小气。是啊，征哥、小梅，你们俩也别执拗了，带着你们二嫂跟我一起回家吧。家里的房子我已经给你们收拾干净，我还让你们大哥买了肉，等会儿回去咱们就能做着吃。可别让他们去我们家，我也买了肉，早在锅里炖着了，回家直接吃。你们快去把二嫂喊出来，让其他的一直看着也不好。大嫂，我现在还按着村里的规矩叫你一声大嫂，你请回吧。我们已经分家了，是不会跟你回去的，你不用白费力气。至于二嫂的家人，二嫂的事我了解一些，她未出嫁前，你们对她动辄打骂，二哥不忍她受苦，以10两银子的彩礼钱换二嫂的自由身。当时你们承诺从此与二嫂再无关系，并为此到官府签了契书。现在官府的备案还在呢，你们却想反悔，企图拉着二嫂重新给你们当牛做马，你们这是不把官府当回事。谁没做过错事？现在人家知错了，难道就不该给人一个改错的机会？韩征，你读过书，怎么这般不懂事？田嫂子，你这话说的也太绝了。征哥不懂事，生着病被赶出家，好不容易挣钱过得顺一些，又被惦记。我要是征哥，谁敢来找麻烦，我打死谁。若你是征哥，你愿意原谅，大家伙也可以自己想想，如果咱们是征哥，真的愿意跟这样的亲戚再来往吗？我不愿意，我只想过好自家的日子，那些不好的亲戚不要也罢。竟然没人站在自己这一边。钱氏气得脸黑成了锅底，拨开人群狼狈跑了。就在此时，二嫂提着菜刀冲了出来。我以为是谁呢？原来是你们。怎么，之前我说的话都忘了？我告诉你们，这辈子我跟你们都无法和解，你们别想从我这里拿走1文钱。若你们不信，就在这里站着吧，最好别回家别吃饭，我看你们有没有那个胆量直接饿死在这里。二妹，之前是我错了，你就给我个机会，我好好补偿你们。我不稀罕你的任何东西，你死了这条心。小梅，你二嫂不愿意，我也不勉强她了，但是你跟我回去吧，你是修武的亲妹妹，你们感情深厚，以后我们几个好好过，过几年你长大了，我给你找个好姻缘。我不回去，我要跟二嫂和三哥一起。你这孩子怎么不懂呢？有些人自始至终都是外人，若是哪天他找到心上人，想再嫁，你怎么办呢？你三哥身体不好，万一他哪天，你大哥和我才是你最终的依靠。韩小梅原本没想直接跟杨秋月撕破脸，算是给他大哥面子。我的家人只有二嫂和三哥，以后不管他们如何，我都只认他们。都听懂了，听懂就赶紧走，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。说完，几人灰溜溜的离去。都吵累了吧？先歇歇，等会儿我给你们做红烧排骨吃。你们如果想跟杨秋月回去也没事，我不会阻拦你们。不是，我们没想回去，我只是觉得不值得。以前为了大哥，不是韩修武，我们一直迁就杨秋月，
可他从没把我们当家人。我也不喜欢他们。既然不喜欢他们，就把他们从自己的脑子里赶出去，不要让他们这些烂人影响我们的情绪，不值得。下午二嫂按照原计划带着韩征去镇上见先生安排读书，忙完后下午出摊。二嫂这头常来的客人发现今天多了猪头肉和卤排骨后，不约而同的选择试吃新菜，且因为猪头肉肥得多，又用秘制的调料煮过，味道浓郁，所以卖得比肥肠还快。你是个会做生意的老板，我有个生意想跟你合作，不知你愿不愿意？感谢胡老板您记着我，不知是什么生意。我有个朋友在州府做酒楼，昨天来了黄梅镇，尝过你的卤肉后，想买你的配方。当然，钱你不用担心，他愿意出这个价，200两不算少。我个人觉得老板可以好好考虑一下。再者，我朋友只在州府和县里卖，不会影响你在黄梅镇的生意。不过，胡老板，我可以见见你那位朋友吗？可以卖，但是要知道买家是什么样的人，值不值得卖。你且等着，我现在就回家叫他过来。二嫂没等来胡老板的朋友，先等来了其他找事的人。有人说吃他的卤肉吃病了，这会儿围在摊子前嚷嚷着让他赔钱。吃你的卤肉吃病了，赔钱？韩小梅没见过这种阵仗，吓得直打哆嗦。隔壁卖烧饼的汉子怕出事，慌里慌张把二嫂叫了过来。你敢信？恶毒村民诬陷二嫂赔钱。二嫂一招将其直接制服，续接上集。二嫂听到消息后，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。我儿子本来好好的，吃了你们家的卤肉后身体不适，现在躺在床上起不来，你们必须赔钱，不然我就告你们害死人。大家伙看看，这家的卤肉害了我孙子。这姑娘看着人挺好，怎么能做害人的事呢？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以后可不敢在他们家摊子上买东西。你们说孩子吃了我家的卤肉后生病，那么请问你们家的卤肉是什么时候买的？昨天大家都夸你们家的卤肉好吃，我才买了些。卤肉都是谁吃了？我们全家都吃了。你们全家都吃，但听你们俩说的话，好像只有你的儿子不舒服，所以你有没有想过，他是吃了其他的东西才病的？不然为什么只有他病，你们却没事？对呀，要是大家都吃，没道理只有一个人生病，他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几个吃的也不舒服，只是吃的少，没有他病的那么厉害。真的，我们骗你做什么？我们家3代单传，就一根独苗苗，你却害了他，你好狠的心！我自认为我的卤肉是没问题的，既然你们非要说是我的责任，那我们请管理市集的大人们来吧，让他们帮我们判一判。叫谁来也没用，你要是还想接着卖东西，就给我赔钱。你们想要多少银子？50两。好大的口气，你们真敢要！但是对不起，你们根本没在我这里买过卤肉，我也不会给你们赔偿。不过为防大家不信，我已经让人去请大人们了，让他们来主持公道。男人和老太太没想到二嫂如此强硬，却也不着急。卤肉确实不是在这里买的，而是在那对兄弟俩摊子上买的。那肉不干净，孩子吃完就生了病，这个锅必须他背。过了这么一会儿，那人没到，镇长倒先来了。你们2个说是在他摊子上买的肉，你们有证据吗？有，这是他包肉的纸。你有他们不在你摊子上买肉的证据吗？有，请镇长您亲自把那油纸展开。你们确定这是我给你们包肉的纸？自然，除了你还会有谁？你可别狡辩。方才这位的话大家应该都听清了，他说这是我包肉的纸，可我包肉用的根本不是这种油纸。大家请看，未免有人冒充我，毁坏摊子的名声。从10天前开始，我就用这种有特制标志的油纸了。我可以作证，李老板用的都是特制的纸。李老板的油纸都是在我家买的，最开始买了100张普通的，10几天前他找我们当家的定制了500张写有肉字的纸，他订的多，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说实话，否则别怪我把你们关起来还不说实话嘛！再不说，我可让人上板子了。男人吓得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出。真是荒唐！你们为了一己私利故意讹诈，倘若纵容了此等风气，岂不是败坏我黄梅镇名声？事情解决，人群散去，二嫂跟镇长道谢。我听过你的事，你能靠手艺撑起一个家，很不错。我作为一镇之长，万不会让他们欺负你。送走镇长，胡老板带着他朋友回来了，二嫂便与他们坐到一起商议卖配方的事。前些年酒楼生意做得好，便全家搬到州府，在州府又开了家酒楼，县里的那家老酒楼则由亲戚照看。
李老板，想必老胡已经把情况跟你说了，你意下如何？没我家的美味居是州府数一数二的酒楼，来往的都是富贵人家的公子小姐，按说不该买你这配方，毕竟猪下水上不得台面。但老胡把你夸得天花乱坠，我也就勉为其难收了。他的意思是，他买卤肉配方是他的福气。梅三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不是说李老板的卤肉做得好才想买的吗？老胡，有些话只是客套之言，你不必全部相信。我就直说吧，这李老板的配方我愿意买，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不然你觉得那猪下水配得上我那美味居吗？州府不是小镇，只有最下等的饭馆才卖这些肮脏的东西。没想到好心帮忙牵线买配方，梅三却背刺我。李老板，对不住，你看。胡老板，我知你是好心才帮忙，你不必多言。梅老板，你的话我明白了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不写作业是好汉。二哥，你也太有才了。接上集，眼看事情没有谈妥，梅老板想要欺负二嫂。明白就好，人贵在有自知之明。这样，我还是会买你的配方，但是只给30两。梅三，你太过分了！你若不想买，现在就走，何必在这里用言语糟践人？还只给30两。李老板1个月差不多就能赚30两，还稀罕你这钱？老胡，配方是李老板的，不是你。人家李老板说不定愿意呢。李老板，你说是不是？梅老板说的对，卤猪下水配不上你的美味居，所以配方我不卖了。今日就当我请梅老板喝顿茶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30两，这人还嫌少，不愧是泥腿子，贪得无厌。梅三，今日之事你实在让我失望，我们暂时还是少来往吧。回到摊子前，小梅已经收拾好了，两人今天依旧是买2套猪下水，2个猪头和5花肉。入秋了，该买厚衣服了，正好路过一家。老板，您想买什么布？我给您找。我妹子做被子的手艺最好，倘若要买，我去找她问价格。不知您要厚被子还是薄被子？厚一些的。那行，等不忙了我就去问问。明日您再来镇上的时候，我把价格报给您。好，没问题。累了一天的二嫂回到家便睡着了。此时院子里2个男人鬼鬼祟祟地站在厨房门口，一个厨房还锁门，真是麻烦。这道声音十分熟悉，是黎大力的声音。没想到这人还没死心，竟然想到晚上来搞事，不能让他得逞。你别动，我来。他们可能有刀，二嫂，我来打他们。别怕，我来。二嫂一根木棍将几人打倒，旁白一人看情况不对，800码逃去。黎大力，你是不是根本没记住我之前说的话？既然你非要自找麻烦，那我也不客气了。今天晚上你别想走，你去找根绳子，咱们把他绑起来，明天送官府。到时候挨了板子，他自然会把那人供出来。二妹，我是你哥，你保你哥就不怕别人骂你？我怕什么？是你做坏事，我举报你还能得个大义灭亲的好名声。你最好乖乖让我们绑，否则伤到你，我可不帮忙找大夫。届时你是死是活，只听天命。你明天还要去学堂，现在赶紧去休息。他跑不了，你瞪我也没用，谁让你不当好人，半夜跑我家找麻烦。第二天一早，二嫂没有准备卖卤肉的东西。二嫂，我们今天不去卖卤肉吗？暂时不去，家里进贼了，等解决掉他再去卖。家里有贼？昨天夜里来的，被我和你三哥抓住绑起来了，在里面躺着呢。是黎大力，你不用怕，他被绑着出不来。等会儿吃完早饭，你去村里喊村长来，就说我们家有贼。对了，进到村里后，你要边跑边喊家里进贼了，让村里人都知道这件事。我知道了，二嫂你放心。去吧，家里的事你别担心，我都能处理好。早上，清水村住在大路旁边的人家陆续听到了韩小梅的叫声。村长伯伯，我们家昨天晚上进贼了。你刚刚说啥？有贼？贼被我二嫂和三哥抓住了，现在请村长伯伯过去帮忙处置。村长听到了韩小梅的话，随着人群走。正在这时，不远处传来说话声，几十个村民结伴而来。你怎么忍心这么对他？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吗？你不怕他们半夜找你吗？你口口声声控诉我说我害黎大力，你怎么不说黎大力做了什么？你大哥能做什么？你动不动就喊打喊杀，他怕你怕得要命。大家都在，你们帮我说说，大力昨天来帮他办事，结果他把大力抓了，还说大力是贼。这是从黎大力身上调出来的药。昨天夜里，黎大力与一个陌生男人偷偷摸摸闯进我家，企图进入厨房，正好被韩征和我发现，我们俩豁出命去偷袭，才把黎大力抓了。估计是看二嫂卖卤肉挣了钱不给他，就想制造些麻烦。
这哪是造麻烦，这是故意啊！万一修文媳妇不知情，把肉卖了，吃死人的话，修文媳妇也得偿命。修文媳妇也有错，毕竟是娘家哥哥，怎么能一分不给？哪怕从指缝里漏一点，那李大力也不会故意害他了。前四，我知道你不喜欢二嫂，可你这话说的太恶心人了。听你的意思，是李大力没问题，可李大力对他不好，凭什么要给他钱？你心疼李大力，你给他吗？我跟李大力非亲非故，凭什么给他？那不就得了？你跟李大力没关系，你不愿意给，那人家跟李大力也早断了关系，他凭什么给？你是刀子不扎到自己身上，不知道疼。好了，都给我住嘴！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村长可以查。刘氏，关于二嫂的辩解，你有什么话说？村长明鉴，这药不是大力的，是二妹买来陷害大力的。本朝有律，凡是买药的，均须拿着登记。黎大力有没有买这个？去各处药铺问问就是了。这倒是个办法。你们现在去周边的药铺问问，有没有一个叫黎大力的买药？如果没有，就去黎家村问问有没有找人帮他买。二妹，你敢这么对我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你半夜带着刀闯我们家，我如果不把你绑紧点，我们一家三口还能有命吗？大家都听见了，黎大力想打我，所以我今天万万不敢把他放了。韩征和小梅需要人照顾，我不敢走，必须送到上面处置。说完，在村长的安排下，几人出发县衙，最终大力被关进去几个月。我要让那些和黎大力有差不多心思的人知难而退，比如杨秋月。你敢信？二嫂只是出了趟远门，却被贵府老爷算计。续接上集，二嫂处理完事情，回到村里天还没黑。都是一个村的，大家伙都过去帮忙了。按说他该给我们每家都送些。我这人吧，记性好，谁对我好，我记得一清二楚；谁对我不好，我也不会忘。贤嫂子要是想吃肉，可以拿着钱去买，都是一个村的，我给大家便宜些。嫂子正找你呢，今天大富哥帮了大忙，我这边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，这点铜钱还请你收下。你已经给了肉，这些铜板我万万不能收。县城那么远，大富哥总不能白跑一趟。你太客气了，以后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提，我给你大富哥去帮忙。我记住了，谢谢嫂子。二嫂给帮忙的几家各自送了钱，天已经黑了。第二天一早正常出摊。李老板，妹纸给你站好了。谢谢。卖了一个时辰，二嫂发现胡老板在不远处。二嫂前日真是不好意思，以为能介绍个好生意，私底下结果害得被梅三奚落。胡老板不用多说，你的意思我都明白，感谢你还来不及，又怎么会怪你？我与那梅老板没做成生意，是不合适，跟你无关。没了菜，二嫂准备回家，临走前被一个人叫住。李老板，等一等，请问你除了卤肉，可否会做其他的菜？会，不知您想要什么菜？我也说不准具体要哪些，我们家老爷要做宴，就想弄些精致新奇好吃的菜肴。这是想请我帮忙去做喜宴，新奇的菜肴当然会，就是不知道待遇如何，值不值得做，可不想因为做一场宴而给自己惹来麻烦。不知贵府老爷姓甚名谁？我们老爷姓秦，是秦氏钱庄的当家人，我是秦宅的管家，姓赵。老板如果能做，可以跟我一起回去试试。至于报酬，李老板放心，我们老爷说了，只要能做好，就给5两银子的工钱。秦老爷的名声在镇上还可以，我知道一些新奇的菜，可以去试试。只是不知若是做的秦老爷不满意，该如何？倘若老爷不满意，只给您100文工钱。100文也不少了，那我试试。只是需要您先把食材都准备妥当。第二天，二嫂带着韩小梅上门做菜。李老板，如何？还缺哪些食材？食材不缺，但需要人帮我给几个炉子生上火。另外，我做的菜都是自家秘方，做的时候估摸着需要府上的人出去。这次准备了做12道菜，3道辣菜、辣子鸡丁、水煮鱼、香辣虾。过了2分钟，第1道菜做好了。赵管家，第1道菜做好了，您看是现在就给秦老爷吃，还是等会儿吃？我给老爷送去。李老板，你接着做。这道菜有些辣，请秦老爷吃的时候注意些。二嫂这边忙碌，秦家内院，秦老爷坐在桌前，正在尝香辣虾。老爷，味道怎么样？这2道菜都行，这次你找的人不错。辣子鸡丁香辣可口，香辣虾下肉微麻微辣，和这炸土豆的软糯，极为好吃。紧接着菜全部做好，秦老爷和秦夫人做主位，小辈们分坐2边，吃的头也不抬。赵管家等好一会儿没等到人说话，只好主动出声。老爷，这位李老板的手艺你觉得如何？如果可以，我便跟他约好时间。这位厨娘手艺不错，不如以后把她弄到家里来，专门为我们做饭。赵管家，这事我不能答应，
我只是问问，老板不愿意也无妨。现在我们约定一下做席面的时间吧。不过是一个做饭的，能进我们家是你几世修来的福分，你不要不知好歹。二少爷，你怎么？我来看看那个厨娘是什么情况，看不出来，你竟是个有手艺的。多谢秦二嫂喜欢我做的菜，但是我有生意，不能来贵府做工。不能？你信不信我可以让你的摊子摆不下去？我的摊子虽小，却也不是能随随便便毁了的。说完，二嫂拒绝后离开。不过是一个卖卤肉的，性子倒是大，看我不找人毁了他的生意，我秦家在镇上数一数二，对付一个小商贩犹如捏死一只蚂蚁，毫不费力。不准恃强凌弱，人家既然不愿意，我们再找人便是。回到家，二嫂和韩小梅看着不远处的山，心思蓦地一动。穿越过来后，只顾做生意挣钱，每天家里和镇上2点一线，竟没有好好看看这个地方。想做就做，二嫂带着竹筐和小铲子，喊着韩小梅出门。走到半路，这是我们家的地，这片地这2年种稻子收成越来越低，村长伯伯说是地没力了，不好好修整，以后收成更少。二哥听了他的话，今年做主只种了1季稻，这1季没种，等明年4月再开始重新种。这件事你三哥跟我说过了，韩修文挺有魄力，古代粮食是一家生存最重要的东西，农户们恨不得在每一寸土的上都种上粮食，他却放着的不种，就是方法错了，给地增加肥力，仅靠短期的休耕作用有限。家里的地全部休耕了吗？只有这几亩休耕，赵员外当年赠给三哥的10亩水田在另一边，那边一直种着稻子，分家后里面有5亩是我们的。这件事韩征倒没跟我提，估计是怕太累，毕竟做生意已经很费劲了，再管土地，精力实在不够。因为长期有人在山中行动，两人路上撞见了吴婶。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来了？明日休息1天，不出摊，就来看看。您在这里找什么呢？找些柴火，冬天快到了，得提前囤些柴。你家准备柴火没？如果没有，我让你吴叔给你们弄些。不用，我已经买了。家里做生意用柴多，我就订了些，这几日就全部送来了。虽然花些钱，却省劲，也免得欠人人情。思虑周全，把家里的一应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。放眼整个黄梅镇，也找不出第2个他这样的。此时，距离3人2米左右的地方，一条小溪蜿蜒流过。二嫂快看，这里有田螺，河里长满了野田螺，可村民宁可空手而归也不去捡，而二嫂却拖家带口的捡。二嫂，这田螺不好吃的，村里人基本不吃田螺，肉硬泥多，除非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，才会摸一些拿回家煮着吃。你信不信我能把它做得好吃？别人的话我不信，但是二嫂的话我信。咱们摸一会儿，过2天我给你做田螺。修文家的，你真的能做好田螺吗？我做过好多次田螺，却没一次好吃的，每一次都便宜了家里的鸡鸭。差不多吧，我知道一个办法，做好了应该能下嘴，等过几天做了，我给您送1碗尝尝。那我可得摸点田螺。如果我们往山里面走走，应该能弄到好东西，不过山里面蛇虫多，太危险了。过了一会，几人背着篓子下山，回到家里，韩征已经到家了。上学几天了，能跟上先生的进度吗？跟同窗的关系怎么样？有没有人欺负你？先生讲课深入浅出，我都听得懂，同窗也都不错，大家都很照顾我。第2天，二嫂起了个大早，和韩征一起去镇上买食材。这几次买食材总感觉哪里不对劲，2样和3样新的调料，其中有1样做卤肉是万万不能用的，会让卤肉变味，难以下咽。梅老板应该是买通了调料店老板，这人果然还是想要我的方子，但看不上我的身份，也不想掏钱，便想了这种办法，我倒要看看他能弄出什么东西。街的另一边，胡老板刚好看到了梅老板。老胡，没有那姓黎的给的方子，我照就可以做出好吃的卤肉。你买通了各家老板，让他们帮忙记录黎老板买的调料。不愧是你，不过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方子，我美味居的大厨们定能做出更好吃的。届时我要让整个南州府，甚至这黄梅镇都只认我美味居的卤肉。以后我们再不是朋友，两家也别往来了。你竟然为了一个村姑如此待我，老胡，你莫不是发了癫症？胡老板摇头，不再跟他多废话，转身就走去找二嫂，将事情与他说清楚。黎老板，等等。胡老板，你是要买卤肉吗？梅三这人实在不行，以后我自不会与他再来往，只是对不住黎老板，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做。胡老板不用担心，我既然能做卤肉生意，自然是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。你看，
我这生意已经做了一段时间，镇上多开了3家卤肉店，但是可有一家将我这味道复刻下来。那煤老板的生意我是不可能做了，如果他能自己研究出来方子，我也无话可说。等有机会，一定跟李老板合作做生意。他这人心思巧妙，未来绝技不可限量。回到小院外，看到韩小梅正在收拾院子。小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跟韩征过得好不好。我跟三哥当然过得好，二嫂天天跟我们做肉吃，你知道吧？三哥去明同学堂念书去了，先生还说他会学习，日后一定能考上秀才。说起来，多亏你们闹着分开，不然三哥一定没有这个机会。以前在家里，三哥花上1文钱，杨秋月都会闹一场，哪怕三哥花的是二哥的钱。你大嫂已经知道错了，但是她身子重，不好过来，她让我不会原谅你们的。爹娘去得早，我们几个相依为命，不该。我不愿意，我们已经分开了，我不会再认你们2个。你走吧，再待在这里，我就拿棍子打了。二嫂在外面正好看到韩修武垂头丧气的离开。二嫂，你回来了。小梅，咱们这段时间煮肉用的料包，你都把它们烧了吧？每次都烧了，一点没留。那就行。对了，抱着前几天买的布，去找王老太的儿媳妇做衣服，请林嫂子给我们3个一人做2身，冬装可以稍稍大一些。都是熟人，用不到工钱，该给的还是要给。亲兄弟还明算账呢，生意上的事更不能糊涂着来，只有凡事讲清楚了，以后才能更好的合作。要不这样，我不要工钱，做衣服剩下的布你们给我。行。回到家里，冬天要来了，在外面摆摊子实在冷，要不租个小店铺，除了卖卤肉，再卖一些其他的，比如现代人喜欢的关东煮、田螺可以做的食物。收拾好后，发现秦府的赵管家来了。李老板，我们老爷还是想请您到府上帮忙。李老板的顾虑我们老爷都清楚，为了让李老板您放心，我们老爷写了个保证书，保证会管好二嫂。倘若二嫂以后找你的麻烦，你可以拿着保证书到秦家要求赔偿。好，我去做。李老板，你说真的？真的，赵管家若不信，可以与我签个文书。我自然是信李老板的，只是太过惊讶而已。8两银子，镇上的人真是有钱，一出手就这么多。送走赵管家，二嫂也不出门了，关上院子门，带着韩小梅在家数钱。从第1天到现在，做了差不多20天的生意，加在一起，纯利润差不多18两银子。但是因为中间买口大锅花了5两，给韩征交了买纸笔，外加买生活用品，现在手里还剩8两多。给秦家做宴席最低能挣5两，加起来就是13两。这些银子放在村里任何一家都是一笔巨款，还是不够，得想办法多挣钱。赵管家来之前，对于要不要租铺子这件事犹豫不定。赵管家来之后，看来确定要租个铺子了。小摊子挣钱终究有限，还是得把生意做大点。只有在卖卤肉的基础上开发新品类，吸引更多的客源，才能挣更多的钱。二嫂把能卖的食物一样一样写出来，决定接下来就开始买相应的食材试做。田螺的做法有许多种，辣炒田螺，但是谨慎起见，炒和煮相结合。过了一会，厨房里充满了香气，韩小梅的注意力全被吸引了过去。田螺做好时，韩征也到家了，二嫂让他自行收拾，他则端了一大碗田螺朝吴婶家走去。吴婶，你今天不忙吗？不忙。吴婶，你尝尝。吴叔，我做了些田螺，你也尝尝吧。吴叔和吴婶互看对方一眼，决定等下就算难吃也要说好吃，绝对不能出难堪。汤汁麻辣鲜香，被汤汁完全浸透的田螺肉又辣又有嚼劲，完全没有田螺本身的土味。二嫂，10里8乡，怕是没有人比你会做田螺。对听到的答复很满意，他这才接着说自己的打算。我想趁着还有田螺，做个炒田螺生意，但是我平时忙，没时间去摸，不知吴婶愿不愿意帮我弄些？我会按着市价给您田螺费和工钱。摸田螺不难，你想要多少，我可以给你摸多少，只是工钱就不要了。你3、5天不时的给我们送卤肉，已经很破费了。工钱还是要给，否则我不好意思要。你真是太客气了。吴婶到过几天家里改收稻子了，届时可能没法帮忙。不妨事，能摸多少摸多少。那好，听你的。3人只顾说话，都没有发现院门口站了个人。见他们说完了，那人慌慌张张的离去。当家的，我可没偷懒。我告诉你，我刚刚得知了一个赚钱的法子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有时间想那些乱七八糟的，不如把镰刀磨好，过几日好割稻子。咱们家就5亩水田，
割稻子才能挣几个银子。当家的，你别不信，我知道的这法子绝对能挣大钱。我刚才路过山脚下，正好听到姓黎的说话，你猜猜他想做什么生意？你快说，别卖关子了。卖炒田螺。那田螺根本没人吃，你该不是听错了。千真万确，我从不听错。当家的，要不咱们多摸些田螺，做好了拿去卖。他要把河里的田螺都摸了，把姓黎的生意抢过来，到时候他们家挣大钱，让村里那些扒着他的人后悔去。你能把田螺做好吃吗？就算不好吃，也肯定有人买。那李宇一个穷人家出来的，能有什么好方子？要我说，他的卤肉卖得好，不过是镇上的人看他可怜，照应他罢了。他能有我手艺好？那明天就摸田螺去。镇上最近新出了一种桂花酒，一坛就要1两银子。等家里挣钱了，买个10坛8坛。二嫂这边由于摸的田螺多，晚上一家人没吃完，还剩下3、4斤。二嫂第2天就放到板车上，一块带到镇上卖，全当提前看看市场反应。不一会儿，摊子上第一位顾客到来，看到田螺，诧异地叫出了声：“我这田螺非常好吃，客官可以试试味道。”这东西真能好吃吗？猪大肠那么臭的东西，李老板都能做成美味，田螺肯定也做得不错。二嫂抬眼一看，是周老三。好吃，就是肉太少了。以后还有田螺卖吗？有，大概得等几天，您过个2、3天可以来看看。真是后悔，早知道刚才尝了1颗田螺而已，有什么不能吃的？也不知那会儿是怎么想的。今天胡老板照旧来了，买了卤肉后却没急着走，而是站在那里跟李宇聊天。刚才在路上碰到了周老三，他说你这里有田螺卖，已经卖完了。胡老板若是想吃，下次我给您留些。行，李老板的手艺实在不错，有没有考虑过开个铺子，多卖些其他的？再者冬天到了，在外面摆摊终究没有在铺子里方便。确实有考虑，只是我手里银钱不多，一时半会儿的租不了。李老板，如果你确实想租，我可以帮忙。我有一个朋友要搬家到县里，镇上的铺子暂时不能开了，准备租出去。李老板如果有兴趣，可以去看看，那铺子位置挺好的，离这边也不远。我想先去看看。李老板现在方便的话，现在就可以去。二嫂让韩小梅看着摊子，她跟着胡老板离开。店家这里的租金怎么算？1个月2两银子。可以一次先付3个月的租金吗？一次给3个月，那岂不是意味着我必须3个月回来一趟？要不这样，你把铺子租给我，我直接付你1年的租金，然后李老板再跟我签个契书，3个月给我1次租金。没问题。3人便各自按手印。二嫂拿着书回去时，摊子上的肉基本卖完了。真好，二嫂以后不用被晒得手脱皮了。旁边卖烧饼的汉子听到二嫂以后不在这摆摊子了，震惊不已。李老板，因为你的卤肉，这阵子我家挣了不少铜板，这是给你的谢礼，你一定要收下。二嫂看着烧饼焦脆的外皮，内心微微一动。魏老板，我新租的铺子前有片空地，你要是不介意，可以去那里卖烧饼。可以去吗？我也想过去那些卖小吃的铺子前摆摊，但是人家都不让，久而久之也不往那些地方去了。当然可以，我没有卖面食的打算，所以烧饼生意并不会给卤肉生意带去不好的影响。相反，魏老板的烧饼做得好吃，还会稍稍带动卤肉的销量。挨着做生意快1个月，二嫂大概了解魏松家的处境，家境一般，烧饼虽然做得不错，但是这边的人更喜欢吃米，所以烧饼销量有限，每日挣的也就够糊口。知道他是好人，所以愿意帮一些小忙。李老板放心，走之前这里的位置我还帮你占着。二嫂点头。卖完肉回到家，二嫂把食材放好，坐在屋里休息。过了一会儿，院门被敲响，吴婶来送田螺了。修文媳妇，真对不住，今天我没摸到太多田螺。田螺确实不多，只有5斤左右，临时有事没有时间摸，这些也行，多少都可以的。我今天一大早就起来了，去小溪边摸田螺，我寻思着多摸些也好让你做生意，谁知有人把田螺都摸走了。哪里？发生什么了？你敢信？二嫂的田螺被别人截胡，二嫂不仅不着急，还将计就计，续接上集。今天吴大狗一家也在摸田螺。原来吴大狗是前世的丈夫。我估摸着昨天你做炒田螺的事被他们发现了。我见到前世的时候，他居然跟我说他要卖炒田螺，还说他一定做的比你做的好吃。修文媳妇，你说怎么办？吴婶别急，您放心，他们的生意做不长，就前世那抠门的样子，绝技不会用太好的调味料炒田螺，料不好，田螺自然也不会有多好吃。再者，前世一看就是个贪财的急性子，他绝技不会给田螺太多吐沙的时间，届时做出来的田螺肯定泥味重，
那我下午还接着去，能摸多少田螺就摸多少。好。此时村里的吴大狗家随便洗洗就行了。吃田螺主要吃里面的肉，又不吃壳。吴大妞看着盆内有些污浊的水，默默无言。你快点洗，别给我偷懒。准备好今天把田螺做好，明天就拉到镇上卖。钱氏想要变成富户，第二天一大早便迫不及待地推着借来的板车出门。隔壁卖烧饼的汉子魏松发现钱氏卖的是田螺，怎么又来一个强上一的？不用担心，他的东西怕是卖不出去多少。田螺不好做的一个原因便是有泥，为了做好吃，必须先让田螺吐泥，之后多次清洗，否则根本无法下口。为了抢李宇生意，看到有男人往李宇的摊子上走，钱氏立刻大着声音招揽：田螺，好吃的田螺，5文钱一碗。男人没吃过田螺，好奇它的味道，忍不住回头看。客官要买田螺吗？5文钱一碗，好吃又便宜。男人想要试试，但是下一刻目光就触及到了木盆侧面的泥渍，摇摇头，3两步走到二嫂的摊子前。老板，你吃过田螺吗？吃过，我还能做，昨天便卖了一回，后天也会卖一些。客官如果想吃，到时候可以来买。不过我的田螺会比对面那家的田螺贵。贵些不要紧，干净好吃就行。当家的没了，还在外面勾搭人，真是不要脸。买卤肉的男人正好听到这话，停下脚步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不想惹事就管住你的嘴。钱氏嗫嚅着，避开了他的视线。有本事打我呀！一个个的都不知好歹，明明我的田螺更便宜，那些人却一个也不来买，没一点眼光。可等到他嗓子喊哑了，也没有人过来买。即使听到价格有心动的，看到木盆上的泥渍后也退了回去。于是等钱氏下午推车回去时，只挣了10文钱。早上离村的时候，钱氏趾高气扬，到处吆喝他要挣钱了，所以村里的人无比关注他的买卖情况。正午无事，3两两的聚在钱氏回家的路上等着。钱家嫂子，你今天卖了多少铜板？我挣多少关你什么事？看来是没挣到。可不是，先前的光会显摆，眼下什么也不说，还黑着一张脸，保准是没挣到脸。生意不是谁都能做的，不然大家岂不是都去做生意了？就是，我挣的少，是因为我走了正当路子，哪像李宇大庭广众之下勾引人，不然谁买他的卤肉？姓钱的，二嫂的卤肉美味，你的田螺卖不出去，是你做的不好吃，你少来血口喷人。你们拿了好处，自然给他说话，我偏不，他就是个不守妇德的小贱人。二嫂从家赶到村里时，钱氏还在肆无忌惮地抹黑他。你们没看到，他那摊子上的客人都是些大老爷们，一个正经姑娘都没有。要我看，定是他跟那些人私底下有关系。可怜修文，花10几两银子娶媳妇，竟是娶回来一个浪荡的。你们说，修文会不会是被他害的？最后一句话实在骇人听闻，嘈杂的现场陡然寂静，大家都觉得韩修文的突然，却都没往别处想。毕竟这些年村里突然没的也有几个，可钱氏这么一说，他们觉得也不是没可能。一时间，好几个人的表情都变了。钱大嫂说我害了修文，可有证据？当然有。哦，真有啊。那行，既然钱大嫂说我害了人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县里吧。你让县令大人把我抓起来。我不去，我可不想去挨板子。钱大嫂怎么能不去呢？你说我罪大恶极，那就得把我送进去，不然你睡都睡不安稳吧。钱氏被他气得一动也不敢动。钱大嫂刚刚的话大家都听清楚了，我觉得为了村里的安全，钱大嫂还是应该跟我一起去县里一趟，大家说是不是？自然是应该的。钱氏，你既然有证据，那就去一趟县里吧，让二嫂挨板子进去，我们心里也安稳。你跟二嫂的关系不是很好吗？关系再好也没命重要，我是觉得得去县里一趟，倘若不是，也能还他一个清白。若是不去县里，不清不楚的，大家私底下不知道怎么编排人呢？二嫂岂不是被冤，也没人管。吴家的说的对，咱们得把事情搞清楚，不然大家以后都害怕。大家可别忘了，咱们都是从其他地方逃荒过来的，好不容易得了安稳日子，万万不能毁了。清水村之所以有多个姓，就是因为它是个逃荒人组成的村子，大家在这片土地上开荒种田，这才有了今日的规模。王奶奶说的也对，钱氏，你还是去县里一趟吧。对，去吧，我也跟着去，看看县里什么样。是咱们去怕是不成，还是得叫村长来，他懂得多。的确如此。说村长道，看到他，大家七嘴八舌的上前说话。村长勉强听懂了众人的意思，非常生气。修文没的那天，只下午接亲的时候跟二嫂有接触，而且接触那会儿他们俩守着礼节，没有任何身体触碰。他是应付宾客是突然没的，大夫都确认了没有中毒，是突然的。钱氏却还胡说八道，
真是闲的。我不去，不去。钱大嫂，既然有证据，为什么不去呢？你看你现在在卖田螺，生意跟我的相冲了。倘若我死了，你这边的生意就会好起来。你一直不敢去，莫非你在说谎？这钱嫂子也太过分了，不喜欢人家就实话实说，怎么能这样？他也不怕报应。幸好刚刚没听他的话。即使你没有，你勾搭人是真的吧？谁家媳妇做生意做成你这样的，大家都没看到她在街上那叫一个放荡狐狸精似的。我怎么了？你跟那些男的说话笑成什么样了？你不知道，你一个刚没了夫君的，就该哭哭啼啼。钱大嫂这话的意思是说，做生意不能对着客人笑了，不对客人恭恭敬敬。那你摆什么摊子？说来我忘了，钱大嫂今天好像就没什么生意，我确实做不到你这般。我们家小梅和韩征还小，我得挣些银子供他们吃喝和上学。钱大嫂，我与你不同，我是个寡妇，自来就怕流言蜚语。你无所顾忌地污蔑我，可谓是想让我死。我这人性子差，是万万忍不得的。今日我给你2条路，要么你当着全村人的面给我道歉，告知大家你故意撒谎说我坏话；要么我们去县里找县令大人评评理。动不动就找县令，你以为我怕？看来钱大嫂要选第2条路。行，咱们现在就去县里，让县令大人好好分辨一番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这是你同意去的，到时候县太爷是打你板子，还是罚你银子，都是你咎由自取，与我无关。修文媳妇，凡事得有个见证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吵什么吵？都吵什么吵？我说你怎么还不回家？原来是在这里给我找麻烦。当家的二嫂带着其他人欺负我，是你故意找人麻烦，你还抱怨？快给修文媳妇道歉！当家的欺负我，你快点道歉，不然我把你休了。对不起，是我胡说八道。村里人都不在，等傍晚吧，到时候把大家都叫出来，你那时候再说。二嫂态度强硬，吴大狗和钱氏不得不答应，毕竟道歉只是丢个脸，跟去县里见县令比算不得什么。村里人全部到齐后，在村长的主持下，钱氏惨白着一张脸，将自己干的事说出来，并跟李宇说对不起，是他错了。没关系，希望钱大嫂真的知道错了，再有下次的话，我一定让你尝尝里面的滋味。第2天是秦府举行宴会的日子，二嫂收拾好没有回家，直接进了秦府。老秦，你这回找的大厨是个高手，不知是否可以帮我引荐？我请的这位大厨是个能人，花老板等下可得给我面子，不能唐突了人家。老秦这话我听着似是不太对，莫非这大厨是位妇人？是位姑娘。嚯，那她可是真厉害了，我等下定好好与她谈谈。还真是个姑娘，我是南州府人，姓华名氏，开了家书画铺子，平生除了诗书便最爱美食，不知姑娘大名？书画或许可以从这里给韩征买几本书。我叫二嫂。听闻今日宴席上的菜都是姑娘做的？是我。李姑娘小小年纪就能做出这等饭菜，老夫佩服。只是跟人学过，又练得多了而已。我乃北州府龙兴御坊的少东家，我叫郑秋。你这菜不错，不如你跟我回北州，当我的小妾，每日为我做菜。看你的打扮应是乡下人，你跟我回家算你走运。郑公子，咱们吃饭，接着吃饭。你觉得如何？不好意思，郑公子，恕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。实不相瞒，我已经成亲，且夫君在成亲当日去世了。我这人天生命不好，克服我跟了您的话会害了您。那就算了，你这菜也不是特别新奇，你能做的，别人自然也能做的。李夫人的菜不知跟何人学的，我也想找到此人学习。那人是个游方郎中，我偶然间救了他，作为报答，他便教了我一些菜的做法。但他教过我之后便云游四方去了，时下他在何处，我也不知。这些可都是华国传统美食，经过一代代的相传才能学到。可惜花老板想学做这些菜，有几道合我口味，我想学来经常做着吃。我可以教花老板，花老板一定认识南州府醉香楼的老板吧？自然认识。你们关系如何？时常坐到一起品茶论事。我可以教花老板做菜，但我希望花老板把我引荐给醉香楼的老板。倘若有机会，我想与醉香楼合作。将来有机会的话，我要把生意做到更大的地方。到那个时候，想把生意做好，仅仅有手艺已经不行了，得有人脉。花老板对二嫂的提议震惊了一下下，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。二嫂跟花老板聊了一会儿，最后互相留下了地址后分开。这次的菜，秦家的顾客们都十分满意，除了最开始给的定金，秦老板又给了8两银子。这样一来，这一顿饭就挣了10两银子了，收益非常可观。回到家已经很晚，明天不用出摊，他整个人都觉得轻松。不过不出摊不代表没其他事，租的铺子要尽快装修好，把东西都归置了，也好做生意。隔天，韩征照常上学，
二嫂吃过早饭后，带着韩小梅到镇上整理铺子。至于店铺名，就叫美味小店吧，简单，客户容易记住。有些东西省不得，只好安慰自己接下来能够挣更多。两人在镇上忙忙碌碌。清水村中，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棍走向了村里人。这位姑娘，请问你认识李宇吗？我当然认识嫂子。这位婆婆，你是谁？找嫂子做甚？我是她外祖母。我昨日才知道她哥把她卖了，担心她出事，特意来看看。我前阵子想着把她接到家里住一段时间，不要生了病，这几日才好。谁知也就个把月的时间，他哥大力竟然做了那么坏的事。幸好黎丫头有本事，不然我死都不会瞑目的。这丫头确实厉害，不过我还是心疼她，怎么就碰到那么多事？嫂子应该是在镇上还没回来。张婆婆，要不你先去我家歇一会儿，喝口水。不用。二嫂和韩小梅忙了一上午，回到家，看到的便是一老一小坐在门槛前的场景。嫂子，你外祖母来了，多谢你帮忙。接下来我来招呼她，你先回家吧，等下午我再去你家道谢。都是小事，不用谢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你。小雨，昨日你舅舅才告诉我你被卖了，你哥真不是人，你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？你有什么事直说，不用装模作样。小雨，你怎么了？我知道你受了苦，我也心疼。你以前对我怎么样，我都记得。原来刘玉说的是真的，这个丫头真的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的她畏畏缩缩，现在的她牙尖嘴利，这就不装了。我是你外祖母，有些话我也就直接说了。你一个丫头片子，整天在外面抛头露面不合适，有伤风化，所以我要把我的生意交出去，给你们做事嘛。既然你明白，就把做卤肉的家当收拾收拾，等会儿送到你舅舅家去。还有那卤肉的方子，你写出来，也一并交给你舅舅。这也太会算计了，可惜我不是原主，你的脑子怕是有问题。我卖卤肉卖得好好的，凭什么给你们？莫说你是我外祖母，你便是我娘，我也不会给你任何东西。不用拿孝道来压我，我告诉你，我压根不在乎，不然黎大力也不会现在在里面待着。我劝你现在就走，否则我送你去跟黎大力作伴。丢开拐杖，张婆子往地上一躺，开始装晕。我被你气病了，你必须给我补偿。二嫂呵呵一声，重重关上院门。二嫂，我们真的不管外面的人吗？你可怜他。二嫂不喜欢他，那他一定是个坏人。坏人没有什么值得可怜的，但是我怕他年纪大，我怕他在我们家门前出事，我可不想沾染上晦气。你放心，他出不了事。像张婆子那样自私的人，巴不得自己长命百岁，他才舍不得死。对了，外面那人也想要我们的卤肉配方，既然他想要，我们就给他。我跟你说，等下你这样。山里长满了土豆，可村民袖手旁观，也不去拿，而二嫂却带着全家一捡一麻袋。院外，张婆子嚎了半天，发现二嫂真的不会出来后，终于闭上了嘴。到底怎么才能拿到方子呢？二嫂，这是前天用的卤肉料，今天还要用吗？已经没什么香味了，你等会儿扔了吧。张婆子听着二人的对话，眼睛逐渐瞪大。卤肉方子拿不到，拿到卤肉料也是可以的。随即在二嫂和韩小梅还没有反应过来时，她冲进门，一把将卤肉料握在了手中。她的速度飞快，完全不像是60多岁的老太太。你做什么？抢我的东西，快还给我！做梦，我抢到的东西就是我的，你不能拿走，不然我去告官。张婆子怕被追上，跑得更快了。你们两个丫头片子就应该好好在家待着，做什么生意？现在这般都是你们活该。不一会儿，一辆牛车从远处行来，让你在村外等我，你跑哪里去了？不中用的东西，一点小事也办不好，是想把我累死吗？娘，我拉着车正铜板去了。不知变通的东西，你就不会看看时辰？眼见着我要回来了，还拉人，你是牛吗？对了，拉人的钱呢？给我。回去吧，卤肉的方子我已经拿到了。妇人嗯一声，拉着牛朝家的方向走。张婆子进了家门后，顾不上休息，告诉他卤肉方子我们已经拿到了，请他过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妇人飞快跑出门，没用的东西，怎么样？我就说我可以，你们还不信？还是老婆子你厉害。娘是我们家最厉害的，我有娘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要买方子的黄老板来得很快，不一会儿便跟着妇人进了大门。如果二嫂在现场，一定会发现这位黄老板他认识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位想要方子却不舍得花银子的梅老板。你们不能言而无信。
话不能这么说，我娘费了好大力气才弄到房子，你总不能让我们白花力气吧？20两银子已经够了。那黄老板请回吧，20两银子我们不卖，我们只卖50两，1文钱都不能少。梅老板看不得他们坐地起价的嘴脸，但是又实在不想放弃方子。这次我们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自然可以。等等，你们先让我看看那卤肉料，我得确认是真的。可以。娘，怎么了？黄老板，你想看卤料，得先交1半的银子，不然你看完之后不买了，我们不是亏大了？这老婆子还真是心眼多，怎么会是树叶呢？兴许这种树叶能……卤肉2个字没说出来，张婆子消音了。她以为卤料在树叶里面，谁知树叶里面压根没有任何香料，里面包的是草木灰。怎么会这样？你被耍了，就这东西还想要我的银子？你们做梦！另一边，他们一定会再来。我还担心他们不来，我已经布好局了。他们不来，我的局岂不是白做了？可是二嫂这样做有风险，黄家人都不是好东西。黎大力也不是好东西，黎大力我都不怕，黄家人更不足畏惧，你就放心吧。下午二嫂吩咐没有减少做卤肉的量，依旧如往常一般，甚至多加了1/3，准备去周边推广一下。二嫂，我们做的太多，会不会卖不完？卖不完的话，只能后一天卖，如此卤肉和卤菜的味道都会变差。放心，这些一定能卖完。我们今天先去隔壁的村子走走，绕个远路，卖卤菜，新鲜的卤菜，好吃的卤菜。正在地里干活的村民们听到这声音，不约而同地朝二嫂看来，有几个离得近的还围到了摊子边看菜。你的卤菜怎么卖的？卤菜都是8文钱1斤，卤鸡蛋3文钱1个。太贵了，菜都是自家的，哪用得着这么贵？菜都是用肉汁卤的，还放了许多调料。那也贵。这样，卤菜4文钱1斤，我买3斤。这些卤菜油汪汪的，味道应该不错，可以逼着这人卖鲜。已经1个月没吃到肉了，正好用这些沾了肉汁的菜打打牙祭。不好意思，4文钱的话，连本钱都不够，我不能卖。那就算了，我不买了。他这卤菜根本不值这么多钱，不要买他的。等忙完了，我们自己做。韩小梅气得想骂人。你是清水村的李老板吗？二嫂听着这声音熟悉，定睛一看，问话的是她的老顾客周老三。真巧，在这里也能遇上熟人。是周老板，你要买卤菜吗？要，卤肉和卤菜都要。卤肉你给我来3斤，卤菜要4斤。周老三，听说你这些年挣了不少，看来是真的。肉和菜那么贵你也买，委实败家。我挣多挣少跟你有关系吗？我花多少也是我自己的事。孙氏，你有时间在这里说嘴，不如好好侍弄你家的地去。李老板家里的活都做完了，以后可还是正常出摊。做完了，以后只要没事就继续卖卤菜。那可行，最近没李老板的卤肉吃，我这食欲都坏了些。你们认识？这就是黄梅镇上卖卤肉特好吃的那位老板，我在他这里买过多次了。不是我吹，整个黄梅镇没有比李老板更会做卤菜和卤肉的。说大话也不怕烂舌头，不过就是卤个菜，有什么难的？周老板不用与他争辩，有的人就是刻意找麻烦，争辩也无用。菜好不好吃，吃过的人才有资格评判。大家可以尝尝，买不买都无事。村民们刚刚听了周老三的话后，已经想尝尝了，于是都接过来放到嘴里。怎么样，好吃吧？不错，给我来2斤。卤菜能掺到一起吗？我不想只要土豆。当然可以。有了第1个出手的，第2个、第3个、第4个都来了。2刻钟后，卤菜卖了1/3。1个2个都是傻子，怪不得当你腿子。孙氏，你知道节省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在村里跟我们这些泥腿子说话？怎么不搬到城里当个富贵人？是不想搬吗？还有你们家怎么不吃肉？是不想吃吗？这话一出，哄堂大笑，空气中充满着快活的气氛。前世如果实相，接下来应该不会再做田螺生意。今日下午要的铁锅就会做好，这几天再收拾收拾，就能在铺子里做生意了。到时候需要的柴更多，得跟村里的韩生提前说一声，让他们家有时间准备。第2天一大早，天还没亮，二嫂3人就推着车子从家里出发了。3人到镇上铺子开始张罗收拾。真香！等下出锅的第1碗粥给你喝，给客人喝。粥是我们家的，我想什么时候喝就能什么时候喝到。客人不一样，我们不能让客人等。大家好，我是镇上卖卤菜卤肉的，我姓李，之前在前面的街上摆摊，承蒙大家照顾，我租了个铺子，以后就在此处继续做生意。小店除了卖卤肉卤菜，还卖粥。今日小店初开业，卤菜6文钱1斤，
卤肉每斤减5文钱，凡是消费满10文者，赠白粥1碗。有些人本来就是给二嫂捧场的，一看白粥，当即进到铺子内。韩小梅高声应着，手脚麻利的给人切肥肠盛粥。食铺开业第1天，生意超乎寻常的好。送走最后一位客人，三人果断坐到椅子上。幸好今日没准备太多卤肉，下午回去我招个人。今天能顾得上，是因为韩征在帮着收钱。可韩征的晚到甲后天结束，届时只靠我跟小梅就有些麻烦了。二嫂说着，不料下一刻便有人毛遂自荐。李嫂子，你看我可以在你的店里帮着做活吗？真心想要这份活计，切菜洗菜我都会，我办事利索，也能早起，我不怕苦不怕累，什么都能做。之前去他们家买柴，发现他们家虽然穷，但是不脏不乱，院子里干干净净，一看便知用心整过。你哥哥愿意吗？我哥哥一定愿意。如果你来我这里帮工，你怎么卖柴？我可以下午卖，今年卖柴的多，柴比往年难卖，有时候转1天也卖不出去1捆，所以想找个小活计，挣些铜钱补贴家用。你回家跟他商量一下，如果他同意，你可以过来，每天只干上午，因为活计不重，所以每天只给5文钱，干得好了月底有奖励。原想着3文钱就做，给这么多，我这就回家。李嫂子你等我。二嫂看着他瘦弱的身躯，内心颇不是滋味。第2天多了一个人，没那么忙了。韩小草是个聪明且手脚麻利的，今天的卤肉卖完时，他已经记住了每种卤肉的价格。黎记食铺开业前3天，生意火爆。第4天，生意对比前几日稍有回落，但卤肉本来就好吃，加上许多老顾客认准了牌子，所以生意还算不错。当天的卤肉卤菜当天上午便能卖完。上一次的炒田螺更是受到了欢迎，摆出来不过2刻钟便被人买走。没成想小小的田螺也能做出如此美味，李老板的手艺跟州府里的大厨也能比的。你去过州府？那是自然，不是我说，李老板完全可以去州府试试，他这种能力在我们这小镇上算是委屈了。此时，南州府醉香楼2楼雅间，花伯伯可是受凉了，近来天气转冷，花伯伯万万注意保暖。我无事，罗鹏，我刚才说的那些你可不能随便听听。那李老板在厨艺这一块颇有成就，你们这醉香楼与他合作，定能更上一层楼。我知道了，花伯伯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按着你给我的地址去找这位李老板。我现在去找你父亲下棋，你接着忙你的。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野女子，能做出什么好吃的东西？花石不愧是小门小户出来的，不过是看在父亲的面子上喊他一声花伯伯，他还真当自己是长辈了，竟指点我做生意。二嫂并不知醉香楼的管理人看不上自己的菜谱，铺子刚开业，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生意中。第2天，来黎记食铺吃卤肉的人发现店里上了新品，新品边放着一个木牌，上写3个大字：煮串串。有想过叫麻辣烫，但是现代的麻辣烫基本上带汤的，串串主要是吃串，喝汤是其次，而且调料比麻辣烫少，索性就叫煮串串。肉串3文钱一串，酥串1文钱一串。李老板，要不说你会做生意呢，这些新奇的吃食我们想都想不出来。丁老板也厉害，你卖的茶叶是镇上最好的，那雪山云顶，怕是县里的茶叶铺也买不到。你说的倒是真话，我只是懒得去大地方折腾，否则便是在州府开一家茶叶铺也是可以的。李老板，你这汤汁是怎么做的？味道也太香了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些？我回去让孩子他娘煮面吃。对不住，郑老板，我这汤是用来煮肉煮菜的，怕是不能给你。那等你卖完了把汤给我可以吗？煮过肉的用它煮面，面绝对是美味。恐怕不行，郑老板，我这店里有规定，只有买串串的客人才送汤，一般人是不送的。一连被拒绝2次，郑老板自觉背下了面子。不过是1碗汤汁，你何必守着不给？我一直想吃郑老板店里的桂花酥，不如郑老板送我1盒，作为回报，我把汤汁给郑老板1碗。你想得美，我那桂花酥可比你这汤汁贵多了，你休想占我便宜。这姓郑的真以为自己卖的是好东西，他们家的点心我已经许久没买过了，味道不好不说，还不干净，谁买谁倒霉。可不是，上次吃了他家的绿豆糕后，我足足躺了3天，吃了3副药。以前他爹在的时候，铺子的生意多红火，他倒好，越做越差了。冬天大家果然更喜欢吃热的食物，煮串串一经推出，迅速风靡整个黄梅镇。但是渐渐的，客人们对这些不满足了，想要更新的东西。小草，你哥哥最近可忙？今日柴卖的不好，哥哥每日除了砍柴卖柴，其余的时间都在家里帮娘做竹篓。你中午回去了告诉他，让他下去不要去砍柴，我有事情找他。下午，二嫂把洗菜的事情安排好，提着1块生肉和一个装了铜钱的红包出门。二嫂来了，
快进屋，小草，去给你嫂子倒茶。一时间，韩家三人都动了起来。二嫂是他们家的重要客人，不能怠慢。知道他们一家都是实诚人，也就不藏着掖着。我想请韩生哥帮忙做东西。真的？那行，他什么活都能做，你尽管使唤。做那东西费力气，可能会累一些。韩生整日砍柴，就是力气多。你有什么安排，只管说，他没有不同意的。这是给韩生哥的，你们先收着。等下，请韩生哥把这块肉剁碎。韩家三人怔住。二嫂，你要包饺子吗？不是，我想做丸子，所以需要韩生哥把它剁成肉泥。古代的手工肯定没有现代的绞肉机高效好用，所以二嫂并没有对韩生抱太大希望，觉得韩生能弄得差不多就行，并不一定非是肉泥状。但韩生的成果比他想象的好太多，大的肉颗粒基本看不到，做丸子非常合适，就是剁肉的时间有些长，按着这个速度，一天弄不了太多成品。韩生哥做得很不错，不过你们也看到了，这个活有点累人。这哪里算累？我每日上山砍柴，比这累多了。既然韩生哥愿意，那这件事儿我们就说定了。以后每天下午韩生哥去我家，按着我的要求把肉做好就行。每日工钱15文。15文？村里有人去外面当盖房子的小工，一天才10文钱，对比下来，谜语给的真不少。妹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听你安排，你让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韩生一定不让你操心。不过，二嫂韩生是个汉子，去你家是不是不方便？他被人编排也就罢了，我怕村里的那些人污你名声。不仅仅是韩生哥，吴婶和香云嫂子每日下午也在我那里做活。再者，我可以把案板放到院子里，开着院门，让韩生哥在院子里剁肉，这样别人能看见，也就不会说什么了。第二天，猪肉丸子正式开卖，见有新品，丁老板问问价格，直接要了2个。这是李老板铺子里最贵的东西了吧？既然这么贵，肯定有贵的理由，我可得尝尝。一个肉丸子卖3文钱，未免太过坑人。3文钱一个肉丸子到底值不值？只有吃的人才知道。郑老板没吃就说不值，看来是吃不起，所以用不值来掩饰。谁说我吃不起？姓黎的，你看不起谁呢？郑老板既然这样说了，要不花3文钱买一个，不是我自吹自擂，我的肉丸子是全镇最好吃的。我不吃，谁要花3文钱买个丸子？他越说越觉得自己对，便试图找人和他站在同一个阵营上。你们觉得肉丸子好吃吗？李老板的手艺一如既往，这丸子有嚼劲，最是好吃。肉丸做的极好，口感劲道，肉和汤汁相得益彰，是近来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丸子。郑老板、丁老板也觉得好吃，那么你要买吗？不买。二嫂看着他的背影，笑意更深。去掉昨晚上3人吃的，还剩65个丸子，不到半个时辰，这些丸子全部售罄。收工后，二嫂在镇上转悠，试图找到卖石臼的。同一时间，他家院子外面，一老一小2个男人躲在墙角的大树后，小声说话。笔和纸都带了吧？带了，掌柜的放心，我办事从不出错。那你现在赶紧进去，把他们家储物内有什么调料都写出来，尤其是看起来常用的那些，一定要重点标注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他们应该快回来了，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们。因为买东西耽误了时间，二嫂到家时已经是中午。早上临走时故意用粥粘在锁上的头发不见了，家里遭贼，看来是有人来家里赖灵一趟，他们大概不想让他知道有人来过，所以没有动手，也没有动厨房的东西。那人应该是来偷配方的。自从准备卖卤肉，他就把可能会出现的危险在脑中过了一遍，尤其是配方这一块，从买到用，每一步他都做了防范。像厨房的这些调料，只是我摆出来迷惑人的，真正要用的料，有好几样都在韩征的卧房里放着，根本不会摆出来。可以说，只要韩小梅和韩征不往外说，不会有人知道放了什么，也不会有人知道各类调料的配比和精确用量。不过来弄调料的是谁？是有仇的梅老板，还是其他人？不论是谁，只要敢再来，就送他去县衙。有了更多的原材料，二嫂做丸子的数量也翻了倍。猪肉丸子推出的第8天，离奇食铺的生意基本稳定了，每天最低1两半银子的利润，高的时候差不多2两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进入腊月这一天，院子里的吴婶忽然喊叫：“下雪了！”果然有雪花落下。看这样子，这雪估计要下到明天。修文媳妇，你明天还出摊吗？明天不出摊了，开始置办年货。此时韩生那边却碰到了麻烦事，柳烟逼着他跟他定亲，他给出的理由是韩生碰过他了。如果韩生不娶她，他就让韩生一辈子讨不到媳妇。你碰过他吗？没有，我跟他清清白白。那日我与韩生冒着大雪去柳家村，
将不定亲的事情与他们说得清楚，因为是我们这边反悔，我还给了他们2两银子的赔礼。哪知这才几天，他们便反悔了，只是想给儿子找个媳妇，没想到却碰到这样的，还不如不找。别急，我有个办法，咱们或许试试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清水村传出凄厉的叫声。韩生早上摔了，之后怎么都站不起来。大夫来看过，说他以前做重活太多，伤了腿。今天这么一摔，以后都站不起来了。好端端的怎么就站不了呢？大夫有没有弄错？找了3个大夫呢，都说不行了，以后只能一条腿走路。真是可怜，好端端的竟出来这事。韩生娘，要我说，你现在先别哭，给韩生找个媳妇是正经，日后也有人照顾他。你说的是，我现在就去柳家村。那韩家一家都是老实的，你嫁过去后，别的不说，先把管家权握到手上。娘，我知道了，自己这般样貌的配韩生，是韩生高攀了。若不是看那姓黎的生意做得好，跟着姓黎的有些前途，我才不愿意嫁给他。他若单是个砍柴的，便是跪在我家门口，我也不答应。怎么回事？这位是柳烟姑娘吧？我们之前见过。我今日来是帮韩生提亲的。韩生不能走路，托了他娘和我们这些村里人来。韩生不能走路是什么意思？难道韩生瘸了？亲家，我知道柳烟喜欢韩生，所以她一定会跟韩生定亲的，对吧？生儿虽然瘸了，但还是能做些活的。只要柳烟嫁过去，我们绝对不亏待她。昨日上午他父兄去韩家，逼着韩生与他定亲时，韩生还是好好的，这才1天，他怎么会瘸了呢？不会吧，韩生出事了，那我得去看看。他年纪轻轻的就瘸了，可怎么好？生儿伤的不算重，就不劳烦亲家再跑一趟了。天不早，我们先把2个孩子的亲事定下来吧。不急，既然是韩生跟柳烟的亲事，韩生不来我们可不愿意。今日不算是最好的日子，初8才是。就这么决定了，我们初8再定亲。今天我先去看看韩生到底怎么回事。李嫂嫂，我哥哥虽然瘸了，但依旧能干活，你就还让他继续在你家做吧。如果你都不给我哥哥活干，别人更不会。李嫂嫂，你要眼睁睁看着我们家的人饿死吗？大夫说了，我哥哥看腿要花几10两银子，不能做工的话，他的腿只能继续坏下去。我同情你们，但是真的帮不了。而且我劝一句，几10两银子太多了，你们还是放弃吧。反正他的腿已经不能正常使用，看不看大夫又有什么关系？李嫂嫂，小草，你若是再这样，以后你也不用在我那里做了。说完，李宇不再理会韩小草。亲家，天冷，进去喝口茶吧。走了那么久的路，进屋里歇歇吧。特别是柳烟，你跟韩生说说话，他也开心些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我们家妍儿还是个黄花大闺女，单独跟韩生说话可不行。他们都要定亲了，说几句话也无妨。韩生以后就靠柳烟照顾了。对了，还有定亲的事，初8确实是个好日子。我想起家里还有事，先回去了。韩母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心中的大石终于挪开。正如他们预料到的，柳家不愿意了。让我和一个瘸子跟我定亲，你们想得美，我就是死也不嫁给他。你不是对韩生有意吗？这话可不能乱说，我们燕儿清清白白，你不能为了你儿子污名声。可是前几天你们明明说要定亲的。前几天我们没说过，你听错了。强扭的瓜不甜，他们不愿意就算了，等过阵子再给生哥找好的。腊月26这天中午，二嫂把李香云、吴婶、韩小草、韩生都叫到了自家的小院里。因为这些人尽心尽力做卤肉，才没有后顾之忧，所以过年每个人都有1个月工钱的红包。韩小草150文，李香云、吴婶240文，韩生腊月后几乎没做工，加上他来的时间短，所以给半个月的225文。除了铜钱，每人另外的2斤卤五花肉和3斤卤菜。几个月来，吴叔每日帮忙挑水，所以也有红包，和韩小草一样，150文，肉菜皆有。提着重重的钱袋和卤肉卤菜，几人脸上的笑容压都压不住。送走大家后，叫来韩小梅，这是你的，这里面有5两多银子，你拿着，需要用钱的时候直接花。二嫂，这太多了，给我一些零花钱就行。这是给你的，你就拿着，女孩子家总要有些钱在身。那我先收着，二嫂用的时候找我要。学堂今天放假，沈先生昨天让韩征通知我去一趟，时间不早，可以出发了。新年将至，在此先祝先生新年快乐。沈先生回了个礼，接着说起正事。
明年对韩征来说是重要的一年，2月县试，4月府试，若是顺利，4月他还能参加一场院试，届时若正常通过，他便是秀才了。你作为家人，可督促着他，尤其是过年期间，不可过分懈怠。回到家，因为只有3个人，二嫂打算做8道菜，5荤3素。荤的是炖酥肉、清蒸鱼、凉拌牛肉、麻辣鸡块、油炸小黄鱼；素的是蒜蓉青菜、凉拌芹菜、豌豆玉米，还有一道甜汤。吃完饭，几人去外面溜达。不远处有捏糖人的，韩小梅想买，二嫂便让韩征跟她一起。她在原地继续歇息，正歇着，手被人碰了碰，一个小男孩对上了眼。我跟家里人走散了，这位姐姐，你可以帮我找到他们吗？你家住哪儿？我们家不在这儿，我是路过的。那你们住在哪个客栈？我们晚上刚到，还没住客栈。懂了，这是个想凑灯会热闹，结果把自己凑丢的故事。姐姐，你可以帮我吗？如果你帮我找到家人，一定有重谢。我可以陪你在这里等他们。下一刻，马车车帘被人从里面掀开，一个20多岁的妇人哭着跳到地上。月儿，我的月儿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，多亏夫人月哥才没事，我在这里谢过了。都是小事，你们不必在意。今日若不是夫人帮忙，月儿不知会到哪里去。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，只是今日天色已晚，不好再打扰夫人，还请夫人留下住址，明日我们定亲自登门道谢。二嫂见他神色认真，便报了离记食铺的地址。第2天，二嫂没起太早，年后第1天开工，她只准备了20多斤卤肉，不用那么着急去卖。开张第1天，准备的20多斤卤肉，半个时辰就卖完了。明日一定准备多一些。昨天是因为想晚上看灯会才没做那么多，今日不看花灯了，可以准备正常量。大家没办法，只好先走。送走客人，二嫂把桌椅擦干净，然后坐下来等7月他们。谁知小男孩又偷偷来了。我娘说，我有2个选择，一个是假扮成乞丐，这样的话，那些人怎么都不可能找到我；一个是求你带我走，如果我信任你，可以求你帮忙，只要能活下来，怎么样都行。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信任我，想跟着我回家？李姐姐，不可以吗？以后家里多一个人，你怕不怕？是他吗？不怕，他外祖父是秦将军。2哥和3哥都说过，秦将军是保卫我们大禹的战神，照顾秦将军的亲人，我愿意。既然你不怕，我就把他带回家了。家里房间少，7月只能跟韩征住一起。好在韩征的床不算小，2个人挤一挤倒也可以。唯一值得二嫂注意的，便是7月要不要出现在村里人跟前。除了他们3个，不要见任何外人，知道他的人越少，他们越安全，否则被发现的话，难免生出事端。但他只是一个小孩子，一天到晚在家里待着，总会受不了。而且每天下午吴婶、韩生、李香云也会来帮忙，要怎么瞒住这几个人？虽然他知道他们都是好的，但是7月的事过于隐蔽，还是不要让他们知道了。对了，盖房子，去年年底就想盖房子了，现在这个房子虽然还可以，却有不少缺点，隐私性有限。围墙虽然有，但是不够高，身材高大的人踮起脚便能看到院内的情形。厨房小，想添置的橱柜无法放进去。房间少，小梅10岁了，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。之前钱少，拿不出盖房子的钱，这些缺点都可以暂时忽视。现在手中宽裕，过年的时候数了数家里的存银，足有107两，所以没必要再应付着生活。而且盖房子的话，可以为7月专门设计一个房间，既能保证隐私，也能让他有更多的自由空间。如果钱不够，到时候可能要用那1000两的银票。那是娘给李姐姐你的谢礼，你自可随便取用。说完，他便出发村长家。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来了？我有事找李叔。带什么点心？我不要，你等下拿回去给小梅吃。一点点心意而已，婶子收下吧。镇上的姑娘都喜欢吃这个，正好都尝尝。那快递离村里远，你确定要买吗？确定，我看了看，那边离吴婶家还挺近的，也不算太偏。那快递不小，你都要吧？我想着既然盖了，就盖个大些的。再过几年韩征也该娶亲了，到时候新媳妇过来有房间住。那快递我们家用不着，倒是可以卖给你，只是那地大，价格上可能。李叔可以先报个价格，我说不定能买得起。你先等一会儿，我跟你婶子商量一下。你想卖多少？那快递差不多有1亩，我想按着中等田的价格卖给他。
价格在7两到9两之间，卖个人情。地气的是解决，把银子给过去后，写了2份文书，两人各自签字，按了手印，就算完成了交接。接下来就是准备盖房了。李叔，我是个女子，在盖房子一事上懂得不多，所以想请您帮忙找盖房子的工人。我认识几个盖房子的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跟我一起去见见他们？谢谢李叔。对了，咱们村里盖房子都有请盖房人吃午饭的传统，但我做生意不一定能顾得上，所以我想请婶子帮忙张罗一下，菜和肉我来准备，婶子帮忙做，每日我给婶子20文的工钱。不过是做个饭，我可以去，但你不用给钱。那不行，做饭也是个力气活，您要是不收，我可不敢请您。那好吧，我收，不过你别给那么多，10文钱就行。做一顿饭又不是大事，如果超过10文，我不去。好吧，那就10文钱。你下午是不是还要做卤肉？要不先回去，等明天有时间了再看砖吧。今天就去吧，反正已经出来了，再耽误也耽误不了多久。打算盖6间半，1间堂屋，3间卧室，1间仓储室，1间半的厨房，另外再加上围墙，林总下来，仅砖瓦这一项就花费了将近40两。修文媳妇，你确定要买这么多？确定，我们家就3个人，围墙盖结实了，我们也住得安全舒心。也行。等房子盖好了，你就不用一直在屋里，到时候可以在院子里转转。谢谢李姐姐。不客气，外面一时半会儿的忙不完，你要是困了，就躺床上休息，不用拘谨，把这里当成自己家。我知道了，李姐姐，你做的卤肉好香，我第一次闻到这么香的卤肉。那你尝尝，看看是不是也好吃？怎么样？好吃，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卤肉。真的吗？京城那么大，难道没有一家的肉比我做的好吃？京城有很多酒楼，我没有全吃过，但是我吃到的那些卤肉都没有李姐姐做的美味。你可太会夸了，谢谢，我很开心。隔天正月26开始动工。我起得早，想着没事就提前过来看看。你既然把监工的活交给我们2个做了，我们一定给你看好，不让你的银钱白花。你一个姑娘家挣出盖房子的钱不容易。村里盖砖瓦房是大事，于是除了二嫂和相关人员，村里人也跑来看热闹。秀文媳妇可真有本事，才几个月就挣够了盖房子的钱。可不是，早知道当初让我儿子去求娶她了，那样的话，现在盖房子的就是我家。老宋家的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当初修文娶二嫂，前后花了10几两银子，就你们家那情况，你拿得出银子吗？你怕是5两银子都拿不出吧？你怎么知道我拿不出？我们家攒着钱呢，我儿子整天在镇上做工，挣了不少。呵呵，你说有就有，我还说我家有金子，你信吗？都别吵了，二嫂都嫁给修文了，你们再吵也没用，不如想想以后怎么跟他搞好关系吧。说实话，我现在挺后悔，当初他落魄的时候我没帮忙，结果现在什么也没有。你们看看湘云，再看看吴婶和吴叔，这几个月跟着李宇得了不少好处。这话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，一时间众人安静下来。人群后排，杨秋月看着沉思的众人，气得差点咬碎后槽牙。必须要找点麻烦，不能让二嫂这么顺心。第二天一早，杨秋月的计谋被识破。那杨秋月实在恶毒，居然想要把二嫂和三哥毁掉。幸好二嫂发现的早，才没出事，不然后果如何，我不敢想。吃饭不用想太多，那杨秋月作恶多端，接下来有他受的。对，坏人不偿命。这些日子委屈你了，过不了多久新房子就能盖好，那里有个小小的后花园，以后下午家里有人来的时候，你可以去花园玩。谢谢李姐姐，不过你刚才说错了话，我并不委屈，没有你帮忙，我现在肯定在镇上扮乞丐，跟其他乞丐一起抢食物吃，抢地方睡，是你给了我安稳的生活。过了一会，韩修武来了，他应是被人打了，脸上挂着几道明显的指甲伤，衣服破了几处，布条耷拉着，像是乞丐。你来做什么？韩征修文媳妇，这次是秋月做错了，我以后会管着她，你们这次原谅她好不好？韩秀武，这次是杨秋月没成功，我们3人才能躲过一劫。倘若他成功了，你会为我们向杨秋月求情吗？你会让他劝杨秋山放了二嫂，让他不给我下毒，让他不卖了小梅吗？你不会，你心里根本没有我们这些家人，你心里只惦记着你那个小家。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秋月绝对不会再做那些事。我不信你，也不信他，你走吧，我们绝不原谅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大哥，不是原谅，
而是提醒你，那杨秋月不是个好的。你若继续执迷不悟，将来绝技讨不到好。我言尽于此，你听与不听，以后都与我无关。反正当年关爱我和小梅的大哥早已经死了，我们现在只有二嫂。韩修武眸中的光慢慢熄灭，他看着韩征，张张嘴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你走吧。二嫂站在原地陪着，不一会儿，外面传来的脚步声渐行渐远。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他虽然没有二哥聪明，但以前的他很疼我和小梅。可是他现在，人总会变的，只是有的人变得更好，有的人变得更差。不要想那么多，回去睡吧。下午，二嫂继续卤肉做串串。院子里，韩生坐在屋檐下歇息，李香云和吴婶一个切菜，一个串菜，分工有序，动作利落。今日中午镇上有些不对劲，一定是他们。是他们也不用怕，你这些天从没有出去过，在镇上时也只元宵节那天露出了脸，根本不会有人记得你。他们便是把镇上翻个底朝天也找不到线索。今日上午你不要去院子里了，尽量在屋内。如果听到外面有奇怪的动静，赶紧躲到床下的洞里。从镇子口一路行到黎记食铺，二嫂至少听到了5个人谈论那些拿刀的人。而当他到黎记食铺门口的那一刻，卖烧饼的魏松卫老板也跟他说起那些人。黎老板，他们不好惹，你得小心些。他们昨天还去了几个铺子，二话不说便在人家铺子里翻，差点把人吓坏。他们在找什么？好像是一个孩子。他们的孩子不去家里找，为何来我们镇上？不知，听说是个挺重要的孩子。他们昨日把镇上的小乞丐们召集了起来，一个一个看，真是可怕。不知他们到底想做什么。镇长不在镇上，也无人管他们。不管他们，反正跟咱们没有关系，咱们照常做生意便是了。二嫂，你要出去吗？我去买些东西，其实是去查探那群人的情况。这种危险的事，就不跟这2个孩子说了，免得吓到他们。谁知左脚刚踏出去，便看见一群带刀的人朝黎记食铺走来。给我们来几斤卤五花肉，4碗粥，另外这些串串给我们来100串。这2个孩子没见过世面，失礼了，还请大人您见谅。这位老板，你可曾见过一个7岁的孩子？客官莫不是在说小，镇上7岁的孩子多的是，我怎么可能没见过？有人说前阵子花灯会时看到你与这孩子在一起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是见过他。花灯节那天他说自己迷路了，非要让我带他找家人。我看他一个孩子可怜，就帮了忙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快说！我当天晚上帮他找到家人后，他就走了。他当时还说第2天给我送谢礼，结果根本没来。客官，你觉得我会知道他在哪儿吗？他一个孩子能跑到哪里去？客官，那孩子怎么了？你们为什么要找他？跟你没关系，不要多管闲事。我就不信他一个孩子能凭空蒸发了。我要把这镇上翻个底朝天，等会儿再去查查那些小乞丐。他一个孩子想神不知鬼不觉地待在镇上，只能跟乞丐混在一起。我去周边的村里找找，说不定是被谁收养了。其余人纷纷表示同意。老大，主子为什么非要那孩子？二嫂屏住呼吸，想听他们的理由，然而男人直接拒绝回答。主子的事你们少问，平时知道主子安排什么活就行了。中午，二嫂回到家，把自己听到的情况跟7月说了一遍。之前好担心娘出事，好在娘还好好的。你家那边已经派了人来，想必不久之后你就能见到他们。不过在他们来之前，你需要更努力的隐藏了。那些人已经开始到镇子周边的村庄里搜索，他们村离镇子不远，早晚也能轮到。他们走之前，我不出去了，就在房间里，不让他们发现我。李姐姐放心，我会保护好自己。半下午的时候，他们提着刀闯进了小院。你们找谁？我们找一个7岁的孩子。你们家里还有其他人吗？还有一个12岁，在镇上上学，其他没有了。你是镇上那家卖肉的老板？是我，没想到又见到客官了。我们在准备明日卖的菜，已经做出来了一些，刚出锅一会儿。你们要吃些吗？不必了，这里没有，走吧。一行人风风火火来，风风火火走，看着他们走远了，快吓死我了。可不是，真是吓坏人。他们不会去我家吧？我得回去看看。等到傍晚，听下学回来的韩征说，回来的路上碰到了那些人，他才假装出去。暂时应该没问题了。不一定，只要他们不走，事情就没完。这几日还是小心些，怕那些人再返回。晚饭二嫂没让7月到堂屋吃，而不仅仅是今天，在那些人走之前，他都不出门了，宁愿委屈7月，也不要他被人发现。毕竟被发现了可是丢命的事。这几日，那些人将镇子上每一家都去看了看，实在找不到7月，便猜测他跑去了其他镇。他年纪是小，但他不是个傻子，
说不定一开始就猜到我们会来，所以直接跑到别处去了。一开始他们觉得找个小孩子轻轻松松，结果找了这么多天，毫无线索。那男孩最有可能不在这里，说不定他死了。乡下地方拍花子的多，他被那些人骗走了也说不定。今日下午我们去隔壁镇看看。今日已经是2月17，县市是2月22，2月20要和韩征一起去县里，所以等从县里回来时，至少已经是2月24了，也不能开始卖卤肉，整理新房，房子马上完工，仔细算下来，至少有8天的时间什么都做不了。想着这些，二嫂决定明日再卖一天卤肉，顺便告知大家近几日关门的消息，免得人跑空。至于米糕，就等忙完了再做，正好趁着这段清闲的时间想想招合伙人的事。不像卤肉都是自己动手，米糕打算找人一起做。一家人给韩征收拾行李，因为县市要在考场住1个晚上，所以要准备厚被子。二嫂怕韩征冻到，衣服也捡厚的穿。可惜不能带药，不然我提前熬些养生的，你带着到考场上喝。二嫂放心，我一定注意身体，这样就行了。到县里的时候你不要乱跑，一切听我的。韩征，我不求你考多么好，你只要无愧于心就可以，知道吗？我一定记住二嫂的教诲。中等房就中等房吧，先定下再说。二嫂拿出钱袋，准备直接定下，忽然听到有人喊她，扭头一看，便见一个做中年文士打扮的人朝自己走来。李老板，许久不见，李老板来这里订房间吗？我在这江阳县有套小院，环境优雅且无人居住，李老板若是不介意，倒是可以住在那里。那就麻烦您了。李老板，当日在秦家时，你让我帮你与醉香楼牵线，我信守承诺做了，但李老板为何后来不愿意了？是有其他的顾虑，还是有了新的合作对象？花老板跟醉香楼的提了，可是我这边并未见到醉香楼的人。不可能，我亲自去说的，而且亲眼看到他们出城找你。我未曾见过任何一个醉香楼的人。花老板陷入深深的怀疑中，想到自己私底下听到关于罗鹏的评价，花老板脸色微变。花老板，或许是醉香楼的人忙，记错了地址，所以没有找到我。这件事花老板不必放在心上，我和醉香楼没能合作，是我们没缘分。不过我答应教花老板做的菜，会照常教的。你让我办的事情我并未办好。无妨，菜谱就当我给花老板的谢礼，谢谢你给我们提供住处。前几年偶然买的，虽时常打扫，却一直没住过。今日李老板能住下，我这小院可谓是蓬荜生辉。李老板尽管住，别说几日，便是几月也可。明明只是一个女子，却能独自撑起一个家，许多男子都不如她。第二日，二嫂上午和韩征一起熟悉去考场的路线，了解考场周边情况。下午她没出门，在厨房里蒸馒头、卤肉。夜里一定要盖好被子，千万注意着身体，还有不要怕那些监考的，想喝热水的时候就找他们要。他关心的都是自己的身体，而非考试。二嫂放心，我都记得。不知不觉，两人到了考场。加油！二嫂对考场上的事一无所知。第二天吃过午饭后，牵着马车，带着韩小梅和穿着女装的七月一起出门接韩征。明明5时才过，考场外已经站满了接考生的人。正想着些有的没的，只听吱呀一声，考场门打开了，一个长相喜感的胖考生冲了出来。别人如何我也不知，大家再耐心等等，反正离考试结束也就剩1个多时辰了。不舒服吗？有些晕，应该是太累了。回到小院，二嫂扶着韩征躺到床上休息。给二嫂添麻烦了。都是一家人，没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，你休息吧，不舒服了喊我。晚上吃饭。二嫂，我觉得我能通过这次县试，是极好的，不过才奇怪，能过就行，也不枉你那么努力学习。接下来你继续按着你的节奏走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尽人事听天命，只要你无愧于心，不论何种结果，我都可以接受。我知道了，二嫂。第二日，二嫂一大早出门到街上买了些菜。今日中午花老板过来拿小院钥匙，作为回报，我打算做一桌菜。你那些菜的菜谱比我这小院值钱多了，我并不吃亏。再者，我不经常来江阳县，1月最多2次，这个院子放着也是浪费，不如李老板你收了，日后你来这里也能有个落脚的。对于花老板的行为，二嫂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菜谱是真心要给花老板的，虽然没能与醉香楼牵上线，但他是个不错的人，用几道菜的菜谱教他这个朋友也不错。二嫂见状不再纠结，一家人收拾东西回家。清水村，老吴，你天天给修文媳妇干活，她给你什么好处了？近来村里关于二嫂的闲话又多了，虽然有些人知道不该在背后说是非，但是他们忍不住。偌大一个村子，大家辛辛苦苦几十年也盖不起青砖大瓦房，结果修文媳妇只做几个月生意就盖了个那么大的。他们仅仅是瞧着就眼红的不得了。修文媳妇给了我监工费，给了多少？不会是几文钱吧？那也太少了。你每天帮着她干活，
他怎么能这么抠门？要我说，你直接别给他帮忙了，让他一个人做。是啊，你帮了他那么多，修文媳妇真不是个好的，挣了那么多，多给你一些怎么了？要不我们帮你去找他讨工钱，到时候你请我们喝个酒便是。说起来，修文媳妇最自私，有那么多挣钱的法子，却不跟大家说，都是一个村的，她就该带着我们一起挣钱。你说的对，一个村的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他好意思看大家吃苦吗？眼看着这些人越说越离谱，修文媳妇给了我1两银子，多少？1两银子。所有人都安静了。你也真是的，有这么好的机会，怎么不带我们？老吴，你可不能吃独食啊！是啊，老吴，你们家生活好了，你不能看不起我们。下次修文媳妇再有活了，你要先想一想我们。几人你一言我一语，仿佛他们的穷苦都是吴叔和二嫂带来的，与他们本人毫无关系。你们在说什么胡话？修文媳妇凭什么教你们挣银子？她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？还说修文媳妇抠门自私，自私的是你们，抠门的也是你们。想让我以后帮你们，你们想得美！你吼什么吼？不过是个帮人干活的，一月拿不了几个钱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吴叔生气，想继续理论，被二嫂拦住。修文媳妇，你回来了。刚到家，买了些点心，正要给村长送过去。我给您也买了些，已经拿给吴婶了。这多破费，你一个人带2个孩子不容易，以后还是不要买了。都是小东西，不值几个钱。修文媳妇，县里的点心很贵吧？我活了几10年，还从未吃过。县里的点心自然不便宜，黄大伯要是想吃，可以让自家儿女买。听说你儿子发达了，想必很愿意为你买1盒点心尽孝。说完话，二嫂转身就走。修文媳妇都是一个村的，你怎么那么抠门？我怎么抠门了？1块点心而已，你都不舍得让大家尝尝。这是我买的点心，我不想给你，这很正常。难道你觉得我应该给你？你是我亲戚吗？还是说你曾经帮过我？其他人没有帮黄老汉说话，但是他们的表情都写着对二嫂的不满。我近来心想了一个挣钱的法子，原本是想带着一些村里人试试的，但是现在我觉得没必要了。有些人天生就不是个好的，我没必要浪费自己时间和精力去帮助他们，免得被甩一身泥。他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他真的想带我们挣银子？不可能，他那样子的才不会想着我们，他只是想看我们笑话。你说的是，他若是想带我们，早就开口了，何必等到今天？几人你来我往，说到最后得出一个结论：二嫂是骗咱们的。这几人在村里的名声本身就不好，而且在背后编排我，脑子有病才带他们。之所以说出来，只是为了让他们日后后悔。新房已经盖好了，该去验收了。真气派，这可是咱们村最好的房子了，连院墙都用了砖头，他可真舍得。二嫂把各处仔细看了看，又让吴叔和村长帮自己长眼，确定没有问题后，把最后没结算的盖房子钱交给了泥瓦匠们。修文媳妇，咱们村有住新房前请人吃饭的习俗，你看看你这边要不要办？自然是要的，我打算请关系近的，至于其他的就不请了。一些村里人正愁跟二嫂搭不上关系，见到邀请连连同意，同时在心里想一定要带个上得了台面的贺礼。修文媳妇，听说你们要搬新家了？是要搬家了。那你怎么不邀请大家去吃饭？咱们村自来有请吃新房宴的习俗，你可不能坏了规矩。我当然会请，而且已经安排过了。何大娘入住宴什么的是我自家的事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你那算请人吃饭吗？我们家的人都没安排。这人怪不得跟黄老汉是一家，2人是一个德行，总想占人便宜。村里人有搬新家请吃饭的习俗不假，但没有一定要请全村人的习俗，所以我请一些亲朋好友过去，我觉得没问题。何大娘，你难不成要逼着我请你？这未免过于霸道。我跟你们家又没关系，而且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家老头子前阵子还骂了我。修文媳妇说的一点也不错，咱们村的人搬新房没有请全村吃饭的。黄老汉此时正坐在村口跟人吹牛，何氏过去一脚踹到了他腿上。都怪你说人坏话，还让人听见。现在好了，那姓黎的贱人开新房入住宴都不请咱们。什么？他居然不请我们？为什么不请？不行，他一定要让我们去他家吃饭。夫妇2个嚷嚷着，好像二嫂天生欠他们。跟黄老汉一起的正是半月前当着吴叔的面骂二嫂的那几个。都是一个村的人，凭什么邀请别人却不邀请我们？他是存心给我们难堪。不行，我要去吃饭，我不信他到时候还能把我赶出来。自己低估了这些人的无耻，但我不怕，敢找麻烦就得有到一层皮的觉悟。3月12不多时，最先到的是跟二嫂关系好的几个：李香云、韩水媳妇、韩和媳妇、村长媳妇几人带着孩子相携而来，各自带了20-30个鸡蛋或鸭蛋当贺礼。在村里，这些都是好东西，能送过来足以证明他们对二嫂的重视。站在门口跟他们寒暄，那些没被邀请的一直嚷嚷着搞事，
你李叔看不惯，一大早去敲打了他们。但是那些人都是没脸没皮的，大约还会来捣乱。没事，我有办法治他们。二嫂接待女眷，怪不得秀文媳妇能挣银子，只看她这大大方方的模样，便是个好爹。我在她这个年岁时，可做不到她这般。连小梅那丫头都比旁的孩子懂事。还有韩征，听说考了县试，他现在算是咱们村最有本事的读书人。看看人家没有长辈，愣是把日子过出来了。后面这句话，韩氏一族的一个族人听见了，有些不舒服。我们本来就没帮他们什么，人家说的是实话。可是没可是，我们现在能过来，是因为我们也姓韩，跟韩征、韩小梅是同族，否则轮不到我们。所以你给我安静些。新房子这边热热闹闹，不远处何氏、黄老汉等10几个人闻着空气中飘出的肉味，馋得眼都红了。我们现在就去，我就不信他真敢把我们赶走。对，现在去，不然去晚了就没位置了。万一他一定要赶我们怎么办？那我们就抢，做菜的棚子在外面，到时候我们拿着肉跑，不让我们吃好的，他们也别想吃。那行，我们走。二嫂，黄老汉他们来了。院子内的气氛顿时一滞。门外20米处，吴叔带着韩生、韩征、王大富等人拦在黄老汉一行人跟前。今日并未请你们过来，还请你们离开。大家都是乡亲，我们也是来的修文媳妇贺喜的。我们不需要你们的道喜，请你们快离开。我们是来贺喜的，还不快把我们请进去？韩征一个转身，避过何氏的推攘，在直视何氏时，眼神已然发生了变化。那眼神绝对不是一个13岁孩子该有的，冷静中带着阴狠。何氏被吓到，忍不住后退一步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没父母的，我们来给你们贺喜是给你们脸。你再说一遍，你就是没爹娘养的。你啪一声，韩征是个男孩，不好打你，可我不怕。何事？你再说一句试试，看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？没天理啊！我们来贺喜，你们不请我们进去吃肉吃菜也就算了，还打我们，我不活了！跟何氏一起的另外几个婆子见何氏带头好，也跟着他撒起泼来。他们一边干哭，一边偷看，只等着把他们请到院中，吵闹声不绝于耳。韩家的族人看不下去，上前帮忙。秀文媳妇，要不今天让他们进去，他们只有10几个人，也吃不了太多，全当施舍给他们的。我不会向他们妥协。可是快正午了，他们不走，其他客人也没办法吃。放心，我有办法。刚说完，不远处有人骑马而来，那人正是李衙役。李老板，恭喜！多谢大人前来。李老板，韩小相公今日县市的榜出了，韩公子得了第1名，以后就是秀才公。那报喜的已经到了镇上，你们快准备着吧，我是先来一步给你们道喜的。韩整忠烈如同一滴水落入了油中，人群倏地沸腾起来，所有人目光灼灼地看着韩征，羡慕得不得了。韩征才学多久，竟一下子就摆脱了你腿子的命运？早知道别把自家孩子送去学堂，说不定也能得个秀才回来。众人各怀心思，我娘家侄子也考了，好像说考完县试后还有其他考试，考完才是什么童生，怎么跟整个的不一样？我朝规定，通过县府2试可称为童生，通过院试成为秀才，但是有一个例外。县试的第1名可直接免去府试和院试，成为秀才。韩小相公是本次的第1名，自然也就是秀才了。大家恍然大悟，接着一个个冲到韩征跟前说恭喜，感谢大人过来告知我们这个好消息，小小心意不成敬意，还望大人收下。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对了，方才我来的时候听到你这边有哭声，怎么回事？今日的新房宴我没请他们，他们却非要过来，然后哭天抢地的找麻烦。居然有这种事，那得管了。你们想强闯民宅？没有，我们是来贺喜的。对，大人，我们来贺喜。他们2个说的是真的吗？我先说好，说谎的一律打10大板。这个威胁果然有用。大人，都是何氏怂恿我来的，跟我没关系。大人，你饶了我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这下终于没人吭声，乖乖地按着他的要求站到了远处。2人说了这么一会儿，今日我家迁新居，还请大人赏脸留下吃个饭，当即答应下来。几人好不满足。结束后，李衙役走前又给了他们警告，吓得他们连连讨饶。有的村民们看过热闹，没有急着走，而是自发帮李宇收拾东西和打扫院子。二嫂感谢他们，让他们把没吃完的菜分了，新家干干净净，以后我们就有新院子住了。先别急着玩，快去把门给7月打开。他一个人在屋子里大半天了。搬新家后，7月跟韩征还是住一个屋。这次为了7月，在韩征房间和厨房之间设计了一道墙，墙上有门，家里有外人时，直接把门锁上。
不仅保证了7月不会被发现，还给了7月一定的活动空间。你如今已经是秀才，在网上考便是考乡试，可是镇上没有教如何考乡试的先生，你怕是得去县里学了。我跟李衙役打听过，县里新来了一个先生，据说是从南州府过来的大儒，你若是能拜在他名下，于学问上定有所助力。二嫂，我不想去县里。为什么？我不想离开你和小梅。是担心我们吗？是的，学了这么久的书，男子不应该被小家所束缚，可是我做不到，害怕自己出去学习后，二嫂和小梅在村里受欺负。虽然二嫂厉害，一般人拿捏不了她，虽然我在家也帮不上什么大忙，但一想到要离开他们就难受。二嫂大概能猜出韩征的想法。现在村里人大多向着我们家，那些坏的轻易不敢上门挑衅。再者，我的性子你也清楚，是不肯吃一点亏的，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我们。好好想想，韩征考试和新房子的事在这天全部解决。二嫂开始找人合伙做米糕，请大家各自找位置坐下。各位嫂嫂、婶子，这是我新想出来的食物，你们尝尝，看看味道怎么样。修文媳妇，你是怎么想到这么做的？比咱们镇上的点心店做的还好吃。是跟旁人学的，自己又琢磨了下。那你可真会琢磨，咱们整个清水村里最会做东西，这就是天，那个词叫什么？对天赋，不像我做饭来来回回也就没几样。李嫂嫂做的东西是最好吃的。差不多了，我今天请婶子和嫂嫂们过来，一是想请大家帮忙尝尝这些米糕的味道怎么样，二是问问大家，如果我卖米糕，你们觉得可以卖出去吗？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你做的好吃，怎么可能卖不出去？就是报社镇上还没有人卖过米糕，便是之前有人卖了，你也没问题。修文媳妇，你的手艺最好，你要是卖不出去，镇上的点心铺子也别开了。湘云说的对，这米糕软乎乎的，想来孩子们都爱吃。说到后面，刘桂兰、韩母和韩小草也加入了。总的来说，大家对米糕都抱有很大期望。我想找人和我一起做米糕生意，不知婶子和嫂嫂们是否愿意？修文媳妇，你刚刚说的是让我们跟你一起卖米糕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这个我可以，我在家事情也不多，有的是时间。我也是，我也愿意。以前总觉得女子在家相夫教子就好，最近几个月看了二嫂做生意，突然觉得女子能挣钱是最好的，其他的不说，在家里说话有底气。好，那就这样决定了，我带领大家致富。